这个马上要进行的是九哲战队对阵重庆狼队的比赛，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就绪。登场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队伍的赛前大话王。报告教练，我想打狼队，我现在只想打狼队，我眼里只有狼队，3天不打狼我就浑身难受。打我们，你们真是屡败屡战，战屡败啊！你们还敢来？ 佩服！狼来啦！狼来啦！狼要是总来的话，就没人怕了。我以前说过，红灯亮的时候，说明绿灯就要来了。狼队，这回轮到你们刹车了。还是让你们打野刹车吧，再不刹车就翻车了。帮我给哲教带句话，下次去联盟多申请2个班位。看你们都是怎么赢的。鬼鬼祟祟偷家，偷偷摸摸抢龙，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和我们打一场团吗？ 想问一下周柯宇，你跟敖子怡对阵赢过吗？敖子怡是周柯宇的克星，狼就是九哲队的克星。作为克星，给你们表演一个小节目吧。别管老虎，别管老虎。我们家到底有谁在啊？你那么想来？强不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师哥不睁眼都能赢你们。对面怎么这么多庄周啊？有职业做梦的，有专门当混子的，人鱼举的。 这个上单不行，下一位。星哥，你的对线要是有你的评论区那么精彩就好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半决赛第2场，由重庆狼队对阵九哲战队。有请两队对抗路选手，欢迎重庆狼队林更新。 身为狼队的队长，局外积极带领队友训练，局内默默抗压打出优势。他的对抗路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欢迎九哲战队柯洁，棋盘内外皆展非凡智慧，赛场上下尽露王者风范。棋坛传奇，电竞黑马，能否续写荣耀新章？有请两队打野选手。 欢迎重庆狼队闵健，他野河亮相及惊艳4座，云鹰单骑闯敌阵，裴擒虎逆风局偷家定乾坤，步步铸就电竞传奇。欢迎九哲战队周柯宇 ，S1赛季他是横空出世、惊艳众人的少年野王 ；S2赛季他是顶住压力、直指冠军的战队核心。 S3赛季，这把少年锐气锻造的野王之刃，能否冲破半决赛的门槛？有请两队中路选手，欢迎重庆狼队陈卓璇，从零开始苦练辅助，为团队荣耀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重回中路，期待他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欢迎九哲战队王瑞鑫。 他是赛场上的甜妹风暴，换3路练指挥，用坚韧与努力一步步向上生长。甜美笑容的背后，是他对胜利的渴望与执着。有请两队发育路选手，欢迎重庆狼队敖子怡。他是第1季的 FMVP， 带着突破自我、创造新纪的信念，重返战至巅峰，展现了敢拼敢打的 C 位射手之姿。 欢迎九哲战队胡艺兴，脑力与努力是他战斗的利器，换位换队是他从不言苦，因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最终的冠军。有请两队游走选手，欢迎重庆狼队郭晓婷，他首秀伽罗拿下3杀，为团队毅然转到游走位。 凭借智慧与默契，成为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坚强后盾。欢迎九哲战队刘鑫，他从备受质疑的卧龙凤雏，成长为果断开团的强势硬辅。这一次，他将从直面强敌的对决中爆发出9战荣耀、折冲万里的决心。有请两队教练，欢迎重庆狼队教练。 减肥爆改夏胜清，并平等地刺痛每一个人的刺痛教练，欢迎刺痛！欢迎九哲战队教练
看那个男人能不能继续在战至巅峰的舞台续写传奇。欢迎九哲。巅峰之战一触即发，究竟是不断调整自我、彼此磨合，最终拧成一股绳的重庆狼队能再次跨越难关，赢得胜利，还是从未在狼队手中夺下胜利，带着复仇之志来到这里的九哲战队能突出重围，挺进决赛？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Hello， 欢迎回来。Hello， 大家好。哎呀，这两支战队上来，感觉有一股子要冲巅峰对决的感觉了。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会打到巅峰对决，打得很激烈。我觉得也会，双方水平真的很接近，很难讲到底谁输谁赢。怎么说呢？狼队有后发优势啊。对，但是他在前面，他在后面看啊。是，但是九哲战队已经热完手了，一个起分歧了，有分歧了。一个热完手，一个是看了很久。对，是，而且这场比赛将决出晋级总决赛的另一支战队，也就是要跟我们对战的对手了。对，所以这一把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局内、局外、赛前、赛后、赛中也好，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步都非常的重要。对，那我们坐在这儿呢，其实咋说呢？如坐针毡呐。那我们就站着吧。那我们对，因为你看刚才，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其实那个蒲一新之前是狼队的，他其实刚才跟敖子怡握手的时候，我就说，哎，这是前队友啊，很了解的。我感觉，因为他们两个，我们跟狼队也打得多嘛。对。跟狼队打得多，我觉得他们都玩的就是比赛节奏的东西，就是属于那种正轨的东西，该有的节奏都有。是，所以说就比较难说了，跟 BP 有关了。第一把还是要看 BP 了，要看一看 BP。对，而且两队好看数据，两队在之前交手次数多吗？多的，每次都是九折，好像就是狼队赢，每次都狼队赢，对，暴君控制率，对，从那个大鸟抢，我知道，从之前数据上看，反正九哲战队从来还没有赢过重庆狼队。对。哎呀，再一次对决啊！周柯宇、敖子毅宿命对决。哎呀，好，小哥打算要站着看这场精彩。我要站着看，站着坐不住了。这的确是如坐针毡，我们也很激动。我也站着吧。来，你们都站吧，都坐不住了。站会。对，那都站着吧。不是无所谓啊，你坐着跟站着也没差别。你们这样我压力很大呀，老师。压力真的好大。看一下两队战队交手记录，3比1、2比1、2比0，就是这什么时候？我这之前打的。重组之前吧，上面是重组之前。对，下面是重组之后。对。 2比0是重组之后吗？换位赛、对抗赛，什么对抗赛是从上往下开始的？对，之后吧？对，不是，下面那个换位赛，换位赛是重组之后。对，他换位赛是重组之后。他们是从上往下推那个顺序的嘛？哦，看来历史战绩就是确是重庆狼队占优一些，占优是。但是我记得狼队不是一直跟咱们打的时候最多吗？但是之前跟我们打，狼队之前和我们打的多。好像跟咱们打的时候最多正规比赛。是，而且看一下选手吧，刚才团队的看完了，1.1、1.4，很接近，2.1，哎呦！但柯洁上几把斩杀拿着人头，我感觉有点多，有刷新了，是。而且其实我从记忆里分析，新哥和柯洁他们两个的风格其实有点相似，有点相似，是有点相似的。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双边的打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打法完全不一样。其实今天让我特别期待的就是闵健和周柯宇，对，两个野王怎么打？是我们看一下周柯宇5边形拉满。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狼队这边可能。就是说大 C 可能还是在敖子毅，因为其实对于狼队来说，他们有2种决策，一种是2个核，一种是其实就是1个核。对，都选王瑞鑫，这也是无限接近。而且我听说闵健最近练了很多新英雄，是吧？他练很多。莫非是蓝领？我刚才在电梯碰到他，我说你练了劲了吗？哎，练了。哇，那期待一手吧，期待一手，是吧？两边中单选手也是看到了，旗鼓相当啊。对。哦，这个稍微对，郝老师这边要20场占优4.5个，对4.5个。
但是得考虑到之前，因为也设计过转位置嘛，刚转过来，刚转过来，对，可能一些数据还没上去，不同步嘛，就是说数据不是绝对的。是的，因为它体验不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团战的一些操作啊、画面什么基本的参考点嘛。但是游走位差的有点。场均辅助10.3，这是评分吗？评分但是现在的流星姐和刚开始的已经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我们能看到小婷姐的这边的整体参团率是高于刘星姐的，那就是，而且我看场均助攻也多，那说明爆发人头数高嘛。那我觉得现在星姐完全不弱于小婷姐，我觉得就那个琪琪，咱们猜一下这第一场第一个人头什么时候能爆发？这个不好说呀，这很难说呀。我觉得你要我猜就因为两队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包括狼队其实是有2种打法，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打法，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双核全开。我们是2种情况，我们打法也很多的呀，琪琪，我们是还有中和嘛。对，我们还复合，我们还包的，我们复合的，我们每把都是复合。是，我们有复合。对啊，而且这2个队，我觉得今天一定，我大胆猜一手，打满，我觉得也会打满，我觉得会打到第5，我也觉得要打满，打满。如果有巅峰对决，那就而且我觉得他们这2队的 BP 会围绕发育路来做。对，我觉得不好说，因为确实2队的重合英雄池，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2队英雄池都很全，现在对也有可能2队英雄池都很全，他们其实不会针对于说某一个位置在搬，因为据我所知，反正这2个队的每一个人，他们至少人手都能，他们也能转位置。对，只不过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没有体现出来，他们转过位置。那对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像爆发上一次第1小局那样的几分钟就爆发了那么多人头？大家不太会，那就看狼队。我觉得他们不会，我觉得这2个队打得比较稳，真的一种打法，这2个队打，而且已经到半决赛，这时候谁都不希望在自己这样来说，2队的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对，打法比较接近。主要他们看了上面的那个9折队的进攻节奏，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的。对，行，提前观赛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我觉得。没错，那我们这边评论席688整体大家也发表了每个人的观点，我们已经发表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解说。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战至巅峰》第3季半决赛的第2场比赛直播现场，我是今天的解说02，我是解说橘子，我是解说北师。那我们今天马上迎来的这个第2场比赛也是非常的有看点，由9折战队对阵重庆狼队。那刚刚我们其实看到2支队伍的一个历史交手记录，会发现在我们本次《战至巅峰》第3季的舞台上，重庆狼队好像真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大话王里面卓璇说到的那样哈。敖子毅是周柯宇的克星，狼队是不是9折战队的克星？北师今天感觉9折战队有什么样的变化？感觉蜕变了。自从他们补强过后，真的就是实力蹭蹭的往上涨吧。就刚刚这一场打下来，也是让我，今天你会觉得说他们哪个位置给到我们队伍的压力是最大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中路跟打野2个位置给的压力都非常大。王瑞鑫和周柯宇。对。看到在班位上的时候，你们也在频频的去针对到周柯宇嘛，对不对？然后，那你觉得说我们看到这一局重庆狼队刺痛会不会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战术来限制9折战队今天的发挥？我觉得刺痛看完我的比赛应该会提防一下周柯宇吧。他说周柯宇这个马超要ban掉，玩的是不是有点好啊？对吧？心里估算一下，给他ban了。是的，敖子毅跟周柯宇真的是熟人相见，再争高下哈。2个选手，他们在第1届的这个战至巅峰当中，当时处于不同战队的一个对手嘛，当时也都是一个打野的位置，打野实力也备受大家的认可。然后最终的话是敖子毅所在的 Super Carry 拿下了我们战至巅峰第1季的冠军，成为了第1季的野王。然后我觉得2个人是因为我们战至巅峰而结缘的。对吧？然后在这一集有了非常多的羁绊，比如说像周柯宇这一集，他最开始是对抗路的位置，没错，然后后来又转回了打野，对吧？因为队伍肯定也要有一些这个位置上的协调嘛，找到了自己的属性。9折教练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擅长帮助我们的选手找到一个在队伍当中正确的定位。是的，所以你看到9折战队也是之前零封了快手，然后今天又零封了 AG， 对吧？马上就向着狼队去发起冲击了。而敖子毅呢，在我们本季战至巅峰的舞台上，又是转到了一个
射手的位置，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之前的这个后羿抢龙，帮助队伍非常关键的拿下了那小局比赛的胜利。而且他会就是很多队伍都不会的游射，就是马可公孙离这种，就是可以。你今天说的公孙离，对，看有没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战争巅峰上第一次见到公孙离这个英雄。对，因为上次我们跟重庆狼队打，就是我带10团跟他们打的时候，我的这方针就是，哎，今天就不要让他公孙离出来，我们今天就不要让他公孙离搬位，就是搬到防，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马嘉祺，他是一个玩孙尚香特别厉害的，就是孙尚香打公孙离不是很好打，然后我就想针对一下，就把公孙离都搬掉。想必今天九泽战队也会好好去想一想。确实我们今天你说，没有，我说你这还用针对吗？那10团都强成那样了，还用针对吗？是的，因为今天中午我们刚更新了，就是10团跟狼队的这场比赛，当时那场 BO5的一个对决嘛，那场比赛当时我也在解说嘛。对，然后狼队是一场就是他第1局是赢下来的，然后被10团被橘子带领的10团哈让1追3了。对，那都是队员们厉害，队员们英雄池深，然后队员们操作手法厉害，我只要稍许点拨一下，各位就提合着就赢了跟你没关系。那还是有点关系的，那关系还是挺大的。对，今天其实从播出版本也听到了10团，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是听不到这个队内的一个内通情况的。那我是全程听。对，但是好像今天确实听到贺峻霖的指挥是非常的在线。指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对于今天的这2支队伍，狼队和九泽这2支队伍来说，我说觉得指挥的重要。其实挺靠指挥去发挥的。今天星姐刘星玩了3把硬辅，那视野站的真的是非常到位。我觉得蒲熠星今天的感受应该非常好，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一个 buff， 蒲熠星打老东家。因为对于蒲熠星来说，其实他之前是狼队的选手嘛，这个北师也了解。哎，是的。蒲熠星第1把你还记不记得？北师打你们战队的时候，一个人对不对？扛住压力，甚至还压住了你们。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蒲熠星这名选手是比较刻苦的一名选手吧。其实私下也会见他去练一些，就是像站桩射这种英雄，因为之前他玩的比较少。对，像什么敖影啊，甚至是鲁班7号这种英雄，他有在玩。然后最近的话，可能看他玩像马可波罗这种英雄比较多，也是游射。对，看一下今天会不会两边来一个马可波罗大战公孙离。但我觉得很高概率是不会放公孙离这个英雄，比较困难。对，而且现在这个游射的前期强度是比较弱的。目前看下来，这些队伍都比较喜欢去选一个双坦，甚至是3前排的一个阵容。画面当中的刺痛啊，最近刺痛瘦了非常多。哎，刺痛现在在网上风评非常非常的好啊，有点火，大家都在想。那个刺痛老师那个减肥餐分享一下，我想刺痛一下他。我说实话，真的吗？我嫉妒了，是刺痛他还是刺痛我？你已经很帅了，你不用刺痛了。大家都是瘦的。好，那我们还是说回这场比赛。确实，我们刚聊到了蒲熠星这个点，他跟狼队的这个情感纠纷，我们再跟大家去复盘一下。一开始，其实，在狼队的时候，蒲熠星和敖子怡当时是撞入了这个射手位嘛，然后当时在这个训练和教练的权衡下，蒲熠星为了队伍放弃了射手位，转至了这个陌生的打野位。没错。然后被狼队当时刺痛放弃了，蒲熠星也说刺痛是个渣男。然后后来的话，蒲熠星又去到了九哲战队。那今天这个如果说是赢了的话，那可以说是复仇之战啊。可以说是报答老东家了哈。对，然后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蒲熠星和敖子怡来说，今天既是他们的对位，也是他们要去争夺这张总决赛门票的终极一战。对吧？离总决赛就1步之遥了，谁不想去总决赛看看呢？所以说这一把至关重要，而且第1把是最提士气的一把。看看第1把的 BP。看到现在更想看到他们会不会根据我们上一场的失败去总结一些不一样的经验出来。对，看狼队其实相当于是帮他摸了个底嘛。这比较考验刺痛啊。对。狼队看了整把比赛之后啊，应该看到你们大致是怎么玩的，就是看到九哲战队大致是怎么玩的。会选英雄池也看到了，对，他选的英雄就是没办法去抉择的，但是他们可以看到你们选了英雄之后，九哲战队在局内的一些就是变相的一些节奏啊，就是刷野路线，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发育路线。好的，进入比赛，双方 BO5 的第1局对决，蓝色方是九哲战队，红色方是重庆狼队。九哲战队把孙膑和公孙离送上了班位。我们有说到敖子怡也非常擅长公孙离这个英雄。没错，上来果然就说到了这个点是直接
搬掉了。哎，跟我上次打狼队的 BP 几乎是一样。你想说什么？九哲老师学你？不是学我，当然不是学我，是这一套好用，超级过夜，这一套好用，这我怎么敢呢？怎么？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狼队这边的话，也是把蒲熠星的敖影送上了半位。我们第一场比赛也看到，蒲熠星的敖影熟练度是比较高的。两边可能都会玩一个站桩射手，也不一定啊，有个马可波罗。对，哎，有可能在公孙离送上半位之后，马可就成为了争夺的一个焦点了。马可波罗。孙尚香如果想出，他也只能在4、5楼的康特位出。对，前3楼出这个英雄，第一是对线太弱了，对；第二是这个英雄他比较吃一个个人的发挥，很吃你的一个边带能力。对，你如果在边带能力上不具备那种比较敏感的，所谓游射嘛，就是要游走起来。对。这个英雄还是压力比较大了，我觉得今天可能出现的概率不大，很考验个人的在局内的操作。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柯洁，柯洁老师今天在对抗路上是有所见那个发挥确实没错，柯洁今天发挥是比较亮眼的，而且比起之前他掏出了一些新的英雄值，对，像孙策了，或者是说今天第一次见他玩的亚莲。对，之前都是没有见过的，可以见到他为了这场比赛也是做了蛮多准备的。对，要知道柯洁老师今天对位的也是林更新哈，新哥，这个对抗路之间的对位，北师怎么看？新哥的熟练度，我其实在一开始去水赛的时候就看到了。像刘邦这种英雄，是一个猪八戒啊。对，猪八戒啊，包括像刘邦这种英雄，他玩边玩得很好啊，熟练度是非常高的。白起玩得不错。擅长于坦边。可能在刺痛这个队的定位的话，更倾向于坦。对，画面当中给到了王瑞鑫，刚刚北师也提到了，王瑞鑫今天确实给了他们非常大的压力，包括我们下来我跟橘子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王瑞鑫今天真的是展现出了这个中单法王的实力啊。对，他的工具人啊，还有小乔这种法和呀，都玩得特别的好，知道什么时候该放线来帮自己的下。转线永远是先动的那个，感觉他永远都在第一战场。对，好像就无论他玩什么英雄，他都能够去很好的去化解线上的无论优势也好、劣势也好，然后去很快的帮助到自家的发育路，就会让蒲熠星这边打得非常舒服。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敏剑。敏剑的话也是刺痛选择了哈，因为我们在转会期间新增了几位插班生，对吧？其中打野的新秀敏剑的登场让刺痛眼前一亮。没错，而且敏剑玩的像云鹰这种英雄，云鹰、老虎这种野核英雄是非常非常多的。敏剑英雄池很深，搭配起林更新，他玩的坦边，然后他自己玩野核，没错，对，这样玩的很舒服。是的，明天像什么云鹰、梦奇、裴擒虎、耀飞、镜这些都拿出来过。对，战坦属性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他们对抗路和打野2v2很有可能上演，今天可能会多一点那个交锋。就这样的话，代表他们就都能选一下嘛，对吧？还是根据他们队伍来讲的话，更多的包括也会给敖子怡选择一个大射嘛。说到大射，戈亚也算是一种大射，而且机动性也蛮高的哈。戈亚的话，今天有可能会选。我觉得这2个人应该都不太会玩，因为这个英雄太吃熟练度了。吃熟练度。对，因为我目前看下来的话，我没有看他们有去过多的去练戈亚这个英雄。戈亚这个英雄对线，他有一个非常强的对线强度。确实不错。对，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中路的对位也很有看点哈，陈卓璇和王瑞鑫。陈卓璇在我们战神巅峰第3季的舞台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调，但同时也很 carry 的中路法王。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会发现卓璇的数据都非常的不错，无论是他的参团率啊，或者是他的伤害占比。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中路的对决上，因为瑞鑫这边肯定会给到卓璇一些压力的。瑞鑫从刚开始登场的大司命，对吧？后来他还秀了一手白起，再到如今，九哲教练把他放到了一个中路的位置。没错，虽然放的是中路，但感觉其实是个摇摆位，也是根据英雄去分配。像柯洁这边，像异星什么都玩的比较好，就玩异星什么的时候也会把柯洁玩异星，骑乘附体，附体对吧？然后把王瑞鑫摇到边路去，就玩的还是比较舒服的。之前比赛也见过嘛，像闪现边路的一个白起，对吧？我觉得两边今天就看谁能打个出其不意吧。节奏上来说，或者英雄上来说，你要是万一两边中路要是掏一个法刺，对不对？或者说下路掏一个像刚刚说到的戈亚、守约或者这种英雄出来，很有可能就是打破比赛的僵局的关键。
画面当中的敖子逸、周柯宇宿命的对决，只有1张通往总决赛的门票。这2个人今天只有1个人可以进入总决赛，而且这2个人的属性都挺像的。对，更多情况下都是偏野核。哎，据我所了解，闵健好像会一手镜，但是周柯宇的镜好像不玩。没怎么玩过。这个英雄毕竟太吃比赛上拿出来太吃熟练度，而且不稳定了。对，不稳定。就你像现在的定位，像新哥包括说柯洁2个人边路现在都是在玩坦。就玩坦的话，那边路能起什么大爆发呢？那更多情况下的话是中轴以及发育路，这2个点可能爆发的团战会更多一点。是的。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我们有讲到过，这2支队伍其实在我们战士巅峰第3季的舞台上已经交手过3次了，3次均由重庆狼队获胜。包括当时在我们上下半区保卫赛的关键对局当中，九哲队是被狼队的闵健偷家了，所以感觉就是成为了九哲队伍选手当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梦魇啊。对于他们来讲，今天也要提防一下。相对性的来说，也是给周柯宇上了一课。周柯宇说，自从那次被偷家之后，我再也不上头了。哎，今天的这场比赛第1场我们就看出来，我觉得周柯宇他整体的节奏拉扯还是做的挺到位的。好的，抓经济很快。对的，进入比赛我们看一下，果然哈，九哲战队在我们蓝色方的第1小局还是拿到了真机。我们有说到过，无论是卓璇还是瑞星，他们的真机熟练度都非常高。但是狼队这边是选择到一手明世隐，明世隐在面对到真机的时候，效果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他会选孙尚香，对，这手会不会把孙尚香给抢掉？啊，直接拿蓝！哎呦，哎，周柯宇的蓝，绝活，切的就是你敖子逸啊！我们铺垫了这么久的宿命对决，周柯宇果然没让大家失望。有一个射手好像不是很怕蓝，不是守约，是虞姬会比较不怕蓝。但是选虞姬的话，真机这边就比较好发挥了啊。那还是要选守约。对，毕竟真机在打到一些连体，像什么瑶啊、明世隐这种连体英雄的时候，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那重庆狼队的前3楼选择完毕，他们的上野还没有做选择哈，可能这个会成为九哲战队在3、4楼班位上的一个针对了。九哲战队这边可能会搬掉云鹰和宫本这2个英雄，这都是蓝比较难打的2个英雄。然后重庆狼队在选择了发育路的百里守卫之后，也把班位的重点针对放在了射手位。对，搬了个刘邦加蓝。进场的话会很爆炸，没错，这边就是以敖子逸为绝对的核心去做了一套阵容，对，而且这个阵容周瑜前中期是一定有现权的。搬了个药也是民间的英雄吃，没错，对，药打蓝的效果也还不错。看一下宫本和云鹰都不错，我感觉宫本和云鹰打蓝都不错，而且蓝没有刘邦，搬了一个伽罗2个大射。重庆狼队这边4个班位有3个班位都给到了曾经自己的队员蒲熠星，尊重是拉满了呀。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和成队一场会打的那个时候想出来了，他的那个伽罗还有敖影都表现得非常亮眼。那一手飞也在民间的英雄池里面。是的，但这手飞的话，应该是个肉飞吧？当时现在都是肉飞，都是出肉飞。对，但是闵健、云鹰，对，更多情况下做班位了。对，云鹰没了。宫本的话，闵健也玩得很少，锁了。哎，插个边路。看一下边路的话，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坦的一个英雄，应该是一个大肉。对，因为狼队这边明显没有前排。对，然后这边是发育路和边路，看一下会选到孙策还是亚莲。就这局突进型的英雄是比较不错的。射手呢，有没有可能选虞姬？来西奥孙策。火鹰。孙策，我觉得在我们战士巅峰第3季的舞台上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英雄。而且柯洁玩得特别的好，柯洁那一把孙策，对，开团位还有支援很好。对，支援。而且柯洁的孙策他做的是一个肉装。坦度是非常高的，很有想法。那看一下10楼的位置，廉颇果然是个大肉。那这样看的话，这个阵容其实重庆狼队前中期会比较被动，对，比较偏发育。九哲的话，蓝和孙策这边都有主动权。现在就看狼队怎么去度过自己的一个前中期。对的，狼队这边比较偏发育一点，因为他明世隐加守约本来就是一个很后期的英雄。没错，但好在这个廉颇坦度应该是够用的。
但对于九泽战队这边来说，就是会不会让你好好的发育？这个野区他进还是不进？我觉得啊，如果想要快速取得胜利的话，这个前中期的节奏一定要得做好。是的，看这场比赛要争夺最后一张通往总决赛的门票了。宿命对决在本季战至巅峰第3季的舞台上，重庆狼队和九哲战队的第4次交手，前3次重庆狼队均获胜。那么今天到底是重庆狼队4杀九哲战队，还是九哲战队复仇成功？拭目以待。九哲战队目前是6小局连胜啊，零封快手，零封危机。最近他九哲战队，你看上一把来说啊，他的状态简直就是整个所有人的状态都是在线的。喂，有点火热了呢。对他，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不给对面翻盘机会？因为他们每个人没有就是给你突破的地方，就是你就算能找到那个突破的点，也很难让你抓到那个机会。所以就很快能杀死比赛。是的，而且对于九哲战队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打的第1场比赛是手是热的，他们不再需要一个这种热手的时间了。是的，上台没有那么紧张了。对，很火热。今天这个舞台他们已经打了3小局的比赛了。但是重庆狼队对重庆狼队来说，你打的这3场比赛我都看在眼里。对，就是双方都互有优劣。对，就看一下谁可以拿下这场 BO5第1小局的胜利。看一下这一把飞的出装，这是一个眩晕孙策。眩晕孙策，容错率我觉得还是带闪现比较高。对，因为现在可以去做一个电甲了。对，做到一个电甲的话，配合闪现可以直接1闪开团。远距离强开团。但是做电也有个好处，就是它控制时间会拉得非常的长。就看他觉得队伍需要什么，缺什么了。带电还有一个好处，就对线会厉害一点。对线厉害，但是他对线对的是个廉颇，你总不可能对位把廉颇杀了吧？好的，进入比赛，蓝色方九哲战队，红色方重庆狼队。全军出击！我们现场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也是越来越火热了，火热啊，激情啊！这边能看到上路对线很激烈啊。九哲战队这边是中线开，这边中路直接抢线，九哲战队，但是下路2个打1个。是的，刘星这边能看到这几局大部分都是先来中路啊。看来九哲是把中线放得非常重要。在卡线。对，连续4局都是这样。这边在卡线，能不能 A 到这个兵？A 到就要吃1狙，狙到了，还是不到了，换了一点血量，飞下来了。这边不会让你那么舒服。前中期的对线基本上出不了什么大的人头爆发，守约这边带有一个明世隐的回复，现在还是比较舒服的。吃了2局，命中率很高啊。对，而且这个张飞过来要被打。是的，第3局还要吃狙，第3局要等盾消失吗？细节一点，要等盾消失。这一局留着，盾消失了，要狙。卡线很难受。下路对线的话，现在目前狼队这边稍优势一点。线上是打得非常稳的。对的，看到周柯宇这边已经是把自己野区过完了。周柯宇刷完了野，然后看他下一步的想法。敏剑也是刷完了红区。陈柏轩这波是放了一波中线，想来帮助下路缓解压力，但是这波就要被截，自己被卡了这个位置。上来蓝一大直接咬到，但是周瑜好肉啊！这波蓝的大招直接一技能接闪现退出来了，但这波成功打出来2个闪现和治疗。是的，看到周瑜的闪。守约的闪和明世隐的治疗。是的，陈卓贤这波是想着去下路找波机会，把中路线放给打野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边周柯宇没有去上路，直接绕到下路来了。而且这波打野跟中单清一波线。那现在的话，第2波野区刷新，没有什么入侵的机会。他现在只要重庆狼队这个守约，他的发育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威胁。到后期的话。看王瑞鑫有没有想法放线入边？这局王瑞鑫入到边路的话，黄牌没中，黄牌没中，比较大。如果黄牌中的话，能打一波血量，打波血量，放线来下路的话，可以打一波节奏。卓轩这边藏了一个视野，但是感觉瑞鑫这边也会跟队友去爆点嘛。
还是偏刷。上路这个换血来看的话，是廉颇要赚一些。新哥比较赚一点。对，廉颇这边被动是带一个回复效果的，孙策这边还是要稍微不好打，而且他都是霸体，廉颇这边都是霸体，不好打。是的，上路这2个人是1打1，很难出现一个人头的爆发。而且飞上来帮了一波，主要飞上来帮了一波，先抢了一波线。这边两边中单都很默契的往下路靠，这边看到河道要碰上了，哎，但是有消息，陈周璇应该这边说了，中路没人了，直接龟缩塔下。这边是主点的2技能，没有去主点一个1技能。现在一般守约前期会点2级1技能，这样方便看。哎，两边都在发育，两边都在试探，都在试探。哎，这边哎开船，这波船要一个大招到中路去，好稳啊！不，这波船要到中路去，可能是波节奏，要下来了，要下来了。下路没人帮挡船，怎么说上船了？哎，喷也喷，时间到了，没喷到，但是这边守约有闪现。那这个位置是一个自爆2，但是我们看到飞和周瑜赶来支援，飞来了，蓝进场，蓝大咬爆，收掉，蓝还是杀掉了，但是自己击破，但是自己被飞收掉了。这波2换2，守约死了，守约和辅助死了，但是上路廉颇一个人有没有机会把塔给推了？当其实第一时间，闵健这边的飞也意识到了下路敖子怡这边可能会有危险。哇，这波5打5，我们可以再回看一下。柯洁这波因为第一时间大刀已经撞上了，这波硬越的话其实有点伤。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硬打。而且这波闵健来得很快。这波是个4打5啊，在塔下4打5，廉颇没来，但是打了尬的话，所以说狼队这边还是稍赚一点。经济的话已经持平了，刚刚是毕竟在他们塔下嘛。对，刚刚是9折战队领先个600、700，现在已经完全持平了，因为廉颇那边带了2波线。上黄牌定空，下路2v2的话，现在慢慢就不好打了。现在慢慢守约武进和隐刃出来了，慢慢就不好打了。蒲一星这边做的是个法球流的连接。你看廉颇什么时候放线来一波？对，得让廉颇来，廉颇来。因为廉颇这个英雄还是得打团，为队伍提供控制嘛。我们在上一场比赛看到像刘星使用到，所以这边开了暴君，要不要狙一下？看一下这一狙，没中，有点远。拦过来了，看一下孙策开船，又是一波5打2。飞追着孙策呀，张飞喷到了守约，撞到了2个人，蓝1大直接收掉。这波节奏非常好，这一波柯洁这个船立大功。是的，柯洁带着周柯宇上车，撞到2个人之后，蓝直接1大收掉。对，我刚看到闵健的飞一直在追这个船。这波狼队下路2人组没有意识到，这波开完暴君之后要被越。对他一定要全方位注意这个船，对，这个孙策开船那一瞬间是全图都有视野的。下路2塔趁着你吊人继续压。哇，今天9不到6分钟，直接把狼队的下路2塔拔掉了。你4个人来也无济于事了。我的目标是推塔，推完塔我就走了。还在追，有红 buff， 还在追，深追，但是孙策和蓝过来了一个大招，哇，撞一下，捞一下，哎，撞到了，强。这一波狼队有点炸了。对。这边掉点的话，蓝区可能也不好守。是的，现在又要拖后期了，现在只能拖后期了。守约9折战队打得太聪明了。我推完你的2塔之后，我也不恋战，我也不上头，我就撤了。然后正好你打野又来了，那我再给你收掉，然后把你野区这边也收掉了。就等于说我本来可能想到一个，就是收获，就是把防御塔拔掉就好了。结果没想到买一送1了。而且周柯宇这边做的比较好的是，队友在推塔的同时，他直接把另一边的线给截掉了，这样他们下一波节奏会打得比较紧凑。看到这边推完中塔下半区线也截过了，那这波利用这波劣势线可以尝试进一波红区。这波要打起来了，让你做选择题。张飞往前一顶，廉颇上来1R1，要不要交大招？没交大招。传孙策过来了，孙策要撞谁？还要继续打。带着蓝过来撞了2个，1技能1打，摇2个。上来，张飞喷到2个，飞第2时间出来。但是我们看敖子为着子一，技能继续刮。哇，这一波守约也没得打了，打了一个1换3。好消息是守约和廉颇没死。刚刚这波团，其实你会看到周柯宇的蓝这边把红 buff 反掉之后，他们直接吹响了这个进攻的号角了。他们现在已经正方形刷野了。狼队现在没有一个提前量。这波他在中塔被推完之后，没有提前去占红区的一个口子。然后9折队比较聪明的点在于，他提前把线给做好了。这波上1塔的话，跟红区让你做一个选择题，你是要这个塔还是要这个红？结果你都没要到。
对他们这个配合的太好了呀。九哲这边打同步是打的比较好的。那柯洁大招进来的时候，周柯宇蓝大招直接跟，然后张飞大招也随后，是的，登基大招也跟上，就感觉他们这个组合很熟悉，就是熟练度很高的感觉。我觉得是游戏的一个沟通问题吧，同感打。就是我说上，你就所有人都跟着我一起上了。是的，而进红区的话，能看到整体的站位也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我觉得狼队现在也没有找到去破解孙策大招的一个方法，就每一波团你会发现他们就在原地等着孙策开大。现在狼队想去处理这个孙策的话，就是得让廉颇去正面打个船，因为廉颇坦度够高，他可以1-2-1拉回来。然后侧面2个人的话，就是一定不要被蓝咬到。如果这2个连体带小明被咬到的话，基本上是活不了的。就2个人都没了。是的，然后还需要注意一个张飞的侧面大招。刚北是不是说到你说？现在狼队就是边塔全部被拔完的话，利用周瑜守塔能力，然后拖一下守约的发育，等这个守约装备起来，团战还是能打。是的，你就会发现九哲战队现在他真的不上头。他们现在就等野区等龙刷新，然后2边去带线，中路视野卡住。滚经济，而且做的比较好的点是没放视野，没钱。对他们这个运营程度真的是蜕变了，就像你说的，真的跟我之前见九哲战队在场上打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这边王热心跟刘星2个人，他会下意识的也去留视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为。对，他们说不能掉点，马上10分钟了，就多了好多的细节啊。他们主要是整个团队这个凝聚力啊发生了质变。狼队这边应该是要放龙的，看有没有想法去换龙。可以换龙，换到主宰的话，还可以多拖几分钟的发育时间。这边换龙的话，经过了跟陈的 AG 超会的，已经就是他们在打龙的时候，对面在换龙，他们已经有经验了。如果这波打的话，应该会放个人在那看视野，孙策什么的。这边是选择先结线。现在是差个5000的经济差，5000经济差。狼队现在比较头痛的点是，他这个阵容不好留人，只能等着你上来开打反手。但是孙策开团，他撞进来很难打，他带着一个蓝进来，哎，这个红还被反了，这个船掩护队友撤退，拉脱了。那这个红应该是可以让守约拿下来的。对于守约来说是个好消息，能够暂缓一下。因为我们说到狼队这个阵容还是得往后拖嘛。是的，看一下狼队现在要不要把2路兵线都卡给守约吃。守约这边是带有一个明示影子，在4件套的时候打前排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就等他的装备成型了。现在还好，破晓快做出来，得等守约狄仁杰的发育，得等守约3件套。对，经济还是比较良好。对，持平的几乎。慢慢在追啊！现在那飞这边会有点难受啊。飞只能他出的全肉还好，现在是所有人都得给守约让经济。守约到了就是三件神装的时候还有的一打，因为他有小明，这一波就是所有的资源都给了。有小明的情况下，又是逆风的一个情况下，你必须得先让一个大河站出来。这边九哲选择动双龙，这边是带羁绊的，看要不要挤这个视野。但是要挤的话，我觉得容易出事。这一狙残了。在打蓝的周柯宇，周柯宇残了还要打吗？这波是飞不在，撞进去了，因为周柯宇残了，所以这边只能开个船。刘星这个大招开的有点多余了。队友这边是开完龙要撤退，而且没有状态。他红贝虽然说这个大招能喷到很多人，但是没有人能跟。这一波这样的话就要缓一波，得等主宰先锋了。主宰先锋从下路过来，应该要主打下路了。就等张飞下一波的大招，就是九哲战队吹响进攻的号角。得等他打个大。这一波停滞了，感觉给了狼队很长的一段发育的时间。没错，就相当于是这条黑暗暴君白打了。看一下下路的龙。我觉得九哲战队应该部署一下这个野区的进攻了。我觉得周柯宇有点难受，他不想让敖子怡拿红。王瑞鑫是提前来到下路护着这一条兵线，然后喊队友。先锋都到了，那人呢？张飞这边还在刷大招，有点慢，有点就是来了，孙策。上来2进来，加一波血量，双人撞到了一个全肉的飞，一电飞秒了。后续的周瑜也被蓝直接一大，但这边闪现躲掉了，蓝要出事。这边孙策也进来，但是守约没有输出环境，在 A 大招拆个火，张飞退一技能正击交一下，哎，张飞跳进去了，还要回头吗？有红 buff， 跟不上的，守约有红 buff， 守约狙一下。没狙到，可以的，刺血逃生了，星姐。
这波双方打野1换1，哎呀，团战打得很激烈。对，这一波周柯宇，其实周柯宇没有必要进场，没有，他现在是太想杀守约了，因为守约他一直在发育。其实侧面给守约压力就好了。他的刚刚这一波，因为队友已经把高地压掉了，他只需要侧面给守约压力，让这个守约输出不了就行。但是好消息是，左边拿了一座高地，虽然死了周柯宇，但是拿了一座高地。而且他是打野1换1嘛。对的。0点钟声问。守约的装备已经渐渐的拖起来了。如果说下一波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会翻。守约在后期带有一个明示影，点 C 位是非常非常疼的。而且你看，守约已经把抵抗鞋给出来了，而且他现在3件套了，他马上逐日之弓出来了，他4件套了，4件套知道4件套之后的守约打人非常痛。现在这个红 buff 2个人要拿到手，2个人应该不会拿到了。对，周柯宇只能看着他们把这个红拿到。停滞了，现在停滞了啊！现在整个的节奏都停滞了。对，不能再像刚刚那样进场了来。现在九哲队得想办法提节奏，得快速的终结比赛，不能再往后拖了。再往后拖，这个守约加明示眼啊，非常的难处理。是的，而且九哲这边他并没有一个打肉非常快的英雄。廉颇这个英雄到后期坦度起来的话，把这个狄仁杰处理是非常慢的。冲进去的话，孙策冲进去的话，带的是个电，冲进去他就出不来了。这波继续放，这条暴君继续放，就给你，我就守塔下，等你过来。出去换龙，就拖守约嘛。拖守约，这条龙没刷新，还没刷新，换不了。这波暴君压境，来了，孙策开船，要抓这个飞，一定要留住这个飞。这个位置有点太远哦，还是想去带波线。如果带波线的话，他这波中路又能守住了，又给了一波缓息的机会。狼队这边是下高已经掉了的，九哲这边如果想压高的话，其实可以从中下2路线推。但是经济已经领先了6000了，经济已经领先6000了。是的，唯一就是经济比较好的是守约，这是一点最有可能啊。看一下九哲这波要不要开双龙，还是利用这波兵线给波压力？没有出逐日之弓，最后出了个末世。双线的压力，打肉太慢了，决定出个末世。上来，这边也得给加一波血量。兵线太慢了。这边廉颇吃到真机技能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领剑的飞出去带线了，他觉得4个人能守住，我就出去带线就好了。这波主要如果你们所有人没把这个高地给推下来，我还能把另一条边线的线给处理掉。对的。这个红被扑一守塔能力还是比较，但是他们决定去抓这个飞，周柯宇不决定拿蓝，要抓这个飞。如果抓这个飞，这个龙这个主宰该怎么办？这个主宰，而且还不一定能抓到。哦，撞下来，抓到了，全肉血手，应该是走不掉了，还在飞。虽然撑了很久，但是确实5个人都在的情况下，这个飞是走不掉的。看一下要不要利用这波吊点给波压力，应该是只能打主宰了。这个中路线如果送进去的话，只能白送。哦，这边看到狼队在吊点还要打下，不是很想放。如果不，但是我觉得这波中路线不应该放进去，中路线它就应该在那里。这波中路线放进去没有节奏，没有节奏。如果中路线留在那儿，推过去的同时上路线过去，两边线一起压，是可以稍微的卡一下线。对，这波飞马上复活了。但是主宰先锋还是送在了下路，欣姐下路已经没有高地了呀。欣姐这边很执着去踩这个守约的眼啊，守约就是说用这个眼去换你张飞的血量。对，我觉得被白白打撞，而且欣姐好像可以出个霸者。看一下大刀，哎，要撞过来了，撞到了，把人逼走，推中路的高地，山路高地要掉了，这一波上路还要选择压吗？哎，上来点了2枪，点得很残，大招逼出来。这波狄仁杰被点残了，但是得等上路下一波的兵线。2路高地被破了呀，也不急。对，守约这边因为没有做了大积血，在换血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不做大积血了，他做了个末世。没错，下一阶应该是个逐日，破军也有可能。他追求极致输出的话，我觉得破军也有可能。但是有个小明，看一下，哎，又来了，要撞，撞到了，然后一技能打到了，蓝进去了，蓝进来了，杀掉了明世隐。这一波飞在天上看，一个大招。廉颇要大招吗？大招，孙策被切死，狄仁杰还在后面输出，守约在后面狂 A 不止，飞上墙，想看一下节奏。这个上高好难拔呀！哇，还是没有拔掉。这一波他是出了抵抗血，守约出了抵抗血。能看到敖子一现在一个输出环境是比较好的，
现在是怎么切实守约，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难题。现在已经全员都15级了，手艺这边也做出来了自己的逐日神功。对，这边飞也出到了他自己的6神装最后一件8折中装。狼队这边经济其实慢慢的在追回来了，大家经济都差不多了。对，现在已经5万经济了。对，现在是基本上大家都该拖的拖起来。整个场面还是九哲这边优势，因为2路高地。现在就是如何终结比赛是一个难题，如何终结比赛？其实刚刚那样子杀掉一个明世隐是赚的。现在九哲队不能急啊，九哲队现在团战得靠这个甄姬多段2技能动到人之后侧面打同步。现在是慢慢的让守约出来给眼，然后出来看看能不能 A 2下把人 A 残。是的。张飞这个点可能可以 A 一下，A 了一下之后，这个主宰。守约这边如果选择用2技能去压血量的话，飞不在直接开船，没人跟上，大招想找人找不到，进去了，但是一个后撤步直接走掉，还是压高这波。但是3高全破，对这一波重庆狼大节奏。对闵健的飞是选择这边出去带线，他觉得好像打团不好打，但其实现在回家，他现在打团线是能打的。守约破军，想打团战需要侧面去进场，对，正面所有人一起进场的话，对于守约的威胁不是特别大。而且我们刚刚看到敖子逸的守约破军已经做出来了。哇，他真的出了破军，那现在伤害是，只要让他能点到人，前排也顶不住。但是没有一个逐日的话，其实他不具备一个击杀人的能力，只能靠你。这一波上来打一下张飞的血量，张飞被打到了一个1/3。现在张飞基本上看到对面的人就得往后撤，特别是守约这个。车又撞过来了，没人挡船，但是这一波触礁了，跟得上了。张飞这个位置很好，要不要喷？没有选择喷。飞过来了，但是这一边被狄仁杰那个第3下平 AOE 打的有点难受，廉颇。但是龙王要杀死。廉颇能回血，上路线狼队这边孙策准备去带，孙策如果去带的话，5个人过来 A 甄姬。狼队还在 A 张飞要放大吗？张飞一直在憋，哇！但是被打残了，没人处理上线，一个1技能。孙策这边大招绕后，飞进去了，廉颇一个大招，张飞一个大招，大招配合杀，孙策这边后面绕到一个团。但是守约这个输出环境还可以，还在输出，还在输出，强在输出，对，但是打不动。狄仁杰闪现上来补输出，能点得过吗？点不过。狄仁杰溥仪星这边直接点死了敖子逸的2连击破溥仪星，溥仪星直接闪现上来点死敖子逸。重庆狼队这边已经被团灭了，兵线已经进入水晶，这一波团战。敖子逸隔着墙一直在打输出，但是无奈九哲战队这边的阵型铺的也好，团战火力太猛了，让我们恭喜九哲战队拿下了第1局比赛的胜利。恭喜！哇，这一局双方拖到了风暴龙王，可以看到其实重庆狼队他还是一直在避战的，想要去拖一个守约的发育。但是风暴龙王也出来了，所以最后还是输出环境其实可以了守约，但是前排太肉了，张飞顶在前面，旁边还要面对蓝和孙策。是的，让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席的分析。哎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20分钟，果然惊心动魄。是啊，感觉九哲战队已经蜕变了，蜕变了。他们已经，他们好，他们多出了一个点。我觉得柯洁在这个从上一次录制到这一次，能感觉到他的刻苦与努力啊，感觉换了一个人在玩，太强了。对啊，对，因为在我们战职巅峰节目里面，所有的战队对抗路基本上是以坦边为主的，但是他好像是在这个站边打得非常有画面的啊，然后看他开船都找过很多一次机会。感觉还是很猛的。哎，那仙哥，你觉得如果九哲队进决赛，我们打九哲队，这个柯洁这个孙策，我们办不办？不办，我觉得不办吧。不办吧，不办。我们还是要告诉他，坦边才是王道。看他船，比比开船呗。我们也有孙策啊，比比开船啊，那个老夫子。没事，哎，他开船老夫子能绑住吗？可以的，给他拴呢，给他拴吗？他开不动吗？开不动。哎，他是霸体吧？绑不了。不，你可以，他开船之前嘛，他有。老夫子大招优先级比那个孙策高。我们再恭喜一下九哲战队拿下厉害，精彩的比赛。精彩的比赛。不过对于狼队来说，我觉得他们其实还好，
他们心态上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把我想说是九折战队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溥仪星的狄仁杰扛住了，他一个人打2个人完全没有就没腻的，他没腻了，他还是发挥了狄仁杰线上的优势。对的，抗压抗住，最后也是一波就很有画面的这个。我看他溥仪星跟敖子毅在下路对峙斗智斗勇，为个兵线就是在卡线呐或者这样都对，把射手的小细节还是拿捏得很稳的。是，而且感觉九折战队的配合啊也是升华了。你看他们有一个很有熟练度啊，战术熟练度，他们5个人都很强啊。是战术熟练度，包括战术配合，已经感觉太强了。现在一看就是配合度很高，是很成熟。张飞喷大，包括配合孙策传撞蓝进场，感觉这一套包括真机控制链，combo 打得非常好，他们 combo 打的，他们把这个 combo 真的是打得淋漓尽致，熟练度很高啊，人家是有危机感了吧？有吧，走吧，我刚才就说嘛，绝对就说训练了，是我们要训练了，要训练了。我们离开评论区，回到战备间了又。哎呀，害怕。那我们等一会儿数据对比出来，我们看一下。好的，看一下两边的数据对比。我这一把打的可真是惊心动魄，对吧？九折队其实5个人就感觉他们是个团体了，5个人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包括像那个2个中单啊，我感觉亮点也是很足啊，都很有画面，都很有画面。它不会像我们前面的比赛，包括我们平时有时候打，它纯粹的，比如说挂边啊或者怎么样的。它每一波团战那个大招铺的真机的大招铺的贼满，周瑜的火也是，哎呀，精彩。两边啊，哎，我脑海里面疯狂脑补，是我们的话该怎么处理这个团？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我只是在脑补我们上的话处理会不会更好？感觉挺有压力的，不一定处理的会比狼队好啊。应该不会比，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吧？感觉。对，而且其实有两边之间的事情，还是打到后面团战还是有点拼操作的。是，而且感觉他们2支队伍一打前期都很稳。对，然后呢？九折战队这边尝试爆50找机会，看看能不能直接越一波塔，然后去找射手麻烦。然后找了2次，还都成功了。然后导致后面其实他们，但你看敖子怡他也一直在发育。对，其实保的很好了，包括郭晓婷这把明世隐做的已经所有都做足了，每一波都是盾和治疗全给到了，对吧？盾治疗大家都给到了。对啊，还有新哥后边的拆火高地那几波，对的，拆火也很及时了。但也没办法，因为连坡支援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孙策那么快，孙策、刘邦啊这些那么快。OK， 看一下2队的数据对比。6-0-5的狄仁杰好稳。2-0-10的真机，还有0-1-14的张飞。他的孙策是一件输出装都不错，一件输出装不错啊，全是肉。哇，他就是位局就是要那控一下，然后他带的是雷电嘛，他要的就是控制。对，就是，他是功德流3件套。对，然后对吧？这个蓝有说法，这个周柯宇进场时机卡的贼好。周柯宇补了一件那个不祥征兆，非常有想法的。因为那个就是克制百里守约嘛。确实，后期守约点你几下，压力还是蛮大的。对的。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刚才最后那一波在龙王，即将来的之前那一波团战，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看哪边。然后射手在那边，然后2个人在那打。对，然后前面过去了，有点着急，A 不到啊。对他，因为他那个位置其实本来挺好的，A 不到。是，整体人头比12个头。就九折战队其实还是你看经济曲线是从基本上对他开始压到他往上滚的，他这个也经济滚的确实厉害。是，而且从前期的暴君主宰到中后期的暗影暴君，还有主宰都是九折战队控下来的。他经济其实按理说没差太多，没，尤其是那一波，差了还是他们经济压制还是打出来了。因为这把如果九人，因为蓝这种英雄你经济逆风就打不了了。哇，柯洁，实至名归。虽然一个人头没拿到，但是他在全场的战略意义是发挥的很到位的。是，几波关键团战，对，都是他开的。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他的那个精彩回放。爆50往发一路打，包括高地从对方红区转圈去撞射手。
手震度好高，一喷哇，完美 combo 哇！这一下直接瞬间蒸发，这是仙哥梦想中的画面，这就是我想要的，全在天上飞，全是梦想中的画面，全在天上飞。一看对手都没怎么从天上下来，对，一撞，一个一技能，再来一个闪电，哇！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这把 DP 也是被爆了，是吧？我险些走了，拍一下。哇，最后这一波撞的 ，unbelievable， 这百里急死了，看到没？对他点不到 ，A 不到，终于也能 A 到了，结果敌人直接闪现上来，闪现过去，闪现过来 A， 然后血手一开，胜负手这波，对，是。复活甲出来，2连击破。哇，还是很精彩的这个第一局，哇，帅！我现在贼期待第2局双方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我估计如果不搬的话，九泽队这边要打宫本刘邦了。哦，是吧？失分的体系就是刘邦加个随便谁，对，最好是宫本。是我发现柯洁他们包括九州战队很喜欢，就是找一些转线，包括支援快的英雄，对，刘邦啊，刘邦。船长孙策，对，宫本刘邦，然后孙策这种支援流。而且我发现一个点，一个信息点，就是他九州战队在拿些这些阵容的时候，一定会配一个什么呢？一定会配一个有控制的开团辅。对，我刚刚也准备说这一点，九州战队刘星其实玩的特别狠，是啊，一般来说都是玩软辅的，但他选硬辅，他做的开团效果都做得很好，无非不就是对抗路开个团嘛，或者是辅助开团，但辅助首先开团，然后让上野再进场，对，才会比较好进场嘛。是，这也是他们比较恐怖的一个点。他们的开团，他们的进攻节奏太猛了，对，很稳定。哎呀，通哥你说啥？我们说啥？你们刚才说啥？没听见。啥？哎，你们刚才说话了吗？我没说话呀。哦，你说话了吗？我幻听了，我紧张了呀。紧张啊！我太紧张了呀。这因为我们在上帝视角看，就是看整个全局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比在局内可能更要紧张的，因为更清晰。对，局内就是小地图、小地图和那个这么大点的视野。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是每一波蹲草，包括埋伏、船长开船，我们看的都是一清二楚。我看弹幕说啊，弹幕说，哎呀，都是因为溥仪星闪现1打2才赢了的。确实，弹幕说他那下闪现进来，把百里胜负手是溥仪星打出来的。弹幕没毛病，弹幕没毛病，弹幕大家可以多发弹幕跟我们互动啊，我们都看得到。老曹那个老曹刚开始 BP 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要把那个狄仁杰搬了，对吧？他没搬了伽罗，知道吗？话太多了，赶紧比赛！可恶，人家在比赛坐在那里要调设备，调好了才能比啊！什么说我们话太多了？我们在这衔接这个比赛跟这个中间的这个过场，怎么能说我们话多呢？对，我们是在给大家从这个观众视角跟大家一块儿看比赛分析。对啊，他们每一局结束之后要回备战间，然后教练要给他们布置下一局的战术讨论。我们之前打的时候也是嘛，打完每一局会下去，然后进备战间赶紧看一下英雄池，布置下一局打的战术等等等等。别急，别急，真的别急，别急，好戏在后面。好饭不怕晚，别急。我现在特别希望看到狼队藏的一些东西。狼队是吧？因为你们刚才不都说了吗？赛前说狼队的公孙离是出不来了，狼队公孙离出不来了，一把出不来了吗？出不来了。哎呀，怎么办啊？一把都出不来，肯定还会有平替。我有一种预感，公孙离没有平替，老铁。我觉得九州可能还会再平替又双枪。有没有司空震打发育路的说法呢？2比0没有。应该可以。司空震打发育路，我就要掏出我的成吉思汗发育路跟司空震比一比了，然后就以雷霆击碎黑暗了。我拍不到啊，周琦，得你呀。桑启玩的不行，是苍蝇很烦呢。嗡对啊。九州战队上一次第一局好像拿的就是，我记得是孙策。就是孙策加那个加个打野嘛，他是曹操嘛，现在是蓝。曹操现在是换蓝了，效果差不多的嘛，就蓝快一点，曹操肉一点。是，而且他们看到主要是出了下路双人组，直接是连体的小明嘛。来，我来猜测一下九州战队的战术，应该是就是你看他上单选什么，可以决定这一把的战术。哦，孙策赢一把，
刘邦赢一把，刘邦加宫本或者刘邦加什么东西赢一把？哪吒赢一把，不是哪吒那个，对他还有哪吒，他还有哪吒，刘邦加哪吒也强，都是全图流的。我来说个瓜吧。好啊。我据说啊，柯洁的他那个哪吒是因为上一次好像不小心选错了，对他跟然后选了个哪吒上单，对吧？哪吒本来是去打野的，后来好像沟通来沟通去，发现哎不能重开，然后就干脆把哪吒拿去打对抗路吧。歪打就是这好像也不是瓜，你也在现场啊，我们都在啊，大家都在看，对吧？然后就感觉哎，突然开发了自己，哎，哪吒挺好玩的，对。行，那下局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好的，回到比赛。目前的话，九哲战队依然是领先的一方，他们延续了今天在第一场对阵成都 A 级超玩会时候的一个状态哈，在今天已经连续4小局连胜了。没错，状态拉满，火热。重庆狼队这边的话，其实在第一局也是往后拖到了风暴龙王刷新的时候，尽力在拖了，我觉得韧性很足，还是有点耐不住啊。这个孙策上来的时候，还是把这个团给接下来了。但是确实，狼队这个阵容是非常怕强开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前排阵容，而且不管是甄姬还是像孙策这种英雄，包括蓝，在对到明世隐这种连体的射辅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对，所以他们也是很好的去利用了自己阵容的特性，在团战当中频频打出了节奏。没错，但不得不说，狼队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点是，他拖到了20分钟之后，就可能在我的理解之中。在前中期经济差拉开那么大的情况下，他可能在15分钟之内就会被结束对局，对，停滞了一段时间。只能说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他越高低的有几波就是有点太急了。对，当时有一波拦进去了，他是想把守夜带走的，但是好的，进入比赛，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九哲战队。九哲战队1比0领先。如果这一局比赛九哲战队再次拿下的话，他将2比0来到赛点。这是一场 BO5的对决。看一下第2局一个 BP 的选位啊，狼队这边是败方选择了蓝方。上来搬掉了一个宫本，哎，准备针对一下周柯宇。周柯宇说：“这我并不陌生。”那九哲战队同样的还是会针对就是搬掉那个孙膑和公孙离。今天敖子逸的公孙离大概率是看不见了。对的，看一下狼队的第2个班位，看到了亚联。今天柯洁也这边是考虑到柯洁今天的状态非常的火热，然后把柯洁的边路给搬掉了。第一局也拿了 MVP 嘛。他没有搬公孙离，他搬掉了甄姬。他会不会一抢公孙离？毋庸置疑，他并没有，因为他觉得你对面不会玩，我先拿个刘邦，这样让你柯洁。就是今天你柯洁用的英雄，我都看着了，就是这3个刘邦，上了一个刘邦，孙策、亚联比较高，对，就这3个英雄，我看你还能拿出什么？耀和、廉颇，他们的廉颇是走到游走位置的，应该是星姐去使用。对的，还不出，那我觉得这手公孙离可以出了，说不定九哲战队就等着你出公孙离呢。现目前来说的话，公孙离是没有特别怕的那种英雄的，这种英雄选出来就是为了，打游走。我觉得这种英雄打游射，看选手个人选择吧。对，会选，还是选公孙离，要不要锁定下来？定下来了。敏剑的云鹰，公孙离加云鹰，哎，云鹰配合刘邦。这个前3楼拿得很舒服啊，狼队。是的，而且都是狼队这边很招牌，比较偏绝活和招牌的英雄。对，不管是上战的刘邦，还是说敏剑的云鹰，敖子逸的公孙离，王昭君。王瑞欣今天第1局甄姬，第2局王昭君，全是冰雪女王啊，还选了一把小乔，法和也会玩，搬掉了一星，守约和敖影，我想大概率是这样，守约和敖影，搬掉下一个班位，要不要考虑掉？再搬一手中单，小乔，小乔，针对卓璇的英雄池了。那你，不知道北师，你觉得这把重庆狼队选什么中单非常适配他们这个阵容？比较适配的话，我觉得根据他个人英雄池来看的话，可能，就是他擅长的这个甄姬，天宫巨人吧。一星，我们看到小乔都上班位了，然后王昭君还被九哲战队这边自己拿了。确实，卓璇在这一局要使用什么样的中路英雄，现在是一个问号。莱西奥，选到莱西奥对线的话，就还有一手边路没出，比较偏弱的。最后还留了一手边路，可能是
这边刘邦是会走到辅助还是边路？可能是个摇摆位。边路。新哥的刘邦守定度还是比较高的。是他们一般会让小金这边去。哦，邵思源加沈梦溪吗？哇，如果是公司林加邵资源的话，那这个下路二人组也太强了。对线的话非常厉害。锁下来了。有回复还有控制，回复和控制都有了。这个阵容看下来的话，九哲战队有点被动。对。看一下他们5楼这个位置会拿什么？整个一看的话，狼队这边阵容非常的板正。因为白起这边也是被送上班位了嘛。这一看就是一个吃分阵容。好，夏侯惇手边路夏侯，夏侯惇很肉啊，还是选的很肉啊。这2个大前排，每一把都2个大前排啊。但是右边这个阵容对于公孙离来说没有太多的限制。这把就看敖子怡能不能发挥了。没错，这把其实跟上一局会有点像，而且会比上一局好发挥。敖子怡上一局可能说出脸的英雄太多了，然后队友也不太好保。但这局不一样，这局第一是有个刘邦，第二有拆火卫，第三他本身玩的是一个多位移的射手。这把就看阿离能不能起舞了。哦，欣姐气势拉满了。是的，欣姐上把在玩到张飞的时候也是开了几波。他玩的也是很有气势的英雄啊。是的，但是失误也有。对。但大体上的气势确实是打足了。没错。顶在前面。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邵思源的发挥的。邵思源这个英雄啊，毕竟是新英雄嘛，对吧？对。看一下郭晓婷在玩到邵思源的时候手链度怎么样？我记得在没问题的话，这个英雄配合到公孙离线上2v2基本上是无敌的。是的，我记得在之前有一局表演赛当中，当时是蒲熠星使用到了邵思源，然后辅助到了敖子怡的选手。这一把目前来看，两边阵容都是一种就是偏中后期的阵容，没有什么前期去打节奏的点。新哥这边是撸起袖子了，撸起袖子准备开干了，打火热了状态。因为第一局的话，说实话，狼队这边打的肯定有点憋屈，一直在被压着，视野也被收缩了。而且他的上一局的阵容，他并不具备什么正面开团和留人的能力，所以打的会相对来说被动一些。那我们现场观众的欢呼声非常的火热啊！是的，比赛越来越火热，观众的呐喊也越来越火热。进入比赛，这边廉颇带到的是一个治疗，那想开公孙离的话，可能难度要再高一点点。那给到了敖子怡更高的上限去发挥。是的，这边对线可能会比较难受。对线这个治疗邵思源在打到廉颇的时候会比较难受。看一下第二局的一个开局分析。进入比赛，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九哲战队，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这边下路邵思源决定直接就是跟着射手一起打一个对线，依然是看到王瑞鑫这边带流星站到这个小草要抢中，这好像是一个固定开局。目前看下来的话，每一局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中了炸大猫这个线啊，炸大猫这个线很难抢啊，一个人抢2个人的线，还要去下路。他打一波状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能控下来。哎，绕去上路了。陈哲轩卡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视野，假装往下走，其实是往上路，给了一波假视野，要帮新哥。哎，好像意识到了，往后退了。夏侯这边是知道你人没了，直接退了，对，上来帮忙控1分钟的资源，加了一波血量。哎，要打一波状态被打下去了。这边想去做一个击杀还是比较困难。哇，下路这边打，下路要对拼了，好凶！要上路一血了。敖子怡拿到蒲熠星的1血。公孙离呀，前期的对线强度上来说，一定是公孙离跟邵思源大于廉颇加莱西奥莱西奥前期本来就不强。是的，那公孙离
在拿到1血之后，这前中期的过渡就更舒服了。如果在末世逼出来之后，强势期会来得很早。哦，还拿掉一个刺甲。中轴2v2的话，应该也打不起来。普利星现在下路得发育，稍微做一下抗压。对，不能再像刚刚那样火拼了，不然吃亏的是自己。有线卡在这里，而且你看啊，敖子毅这边很细节，他准备要出抵抗鞋，他不出布甲鞋，也不出攻速鞋，出抵抗鞋，就是对面控制多的情况下，他保证自己的生存率，他直接要出抵抗鞋。比赛上打的还是比较偏稳的。对。上路来帮忙抢线，但这边好像没有意识到，上来直接刮1，上来抖了，上来不够。哇，差一点点就被这波给抓住了，还好有个塔下减伤，还有个盾。史伏羲下来爆个大招，压一波林波的血量。在上场。上路这边刘邦也必回家了。是的。下路打的还是比较被动的，廉颇这个英雄更多的情况下只能是帮助射手速清线，给不到对线太大的压力。毕竟他面对的是公孙离这样的少资源嘛。是的，这边公孙离带少资源来吃了波中，这波吃双线的话，那经济起的就更快了。下路配合打野吃线，但是狼队这边4个人多漏视野去吃这一波线，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第一是分经济，第二是漏视野。刘邦这波有大的，如果肖打起来，刘邦能支援。中路王昭君藏视野，跑漏了。我其实听见了你的声音。白笑在刚刚吃过亏之后，现在还是站得比较谨慎的。这样看的话，刘星可以考虑上去，卖点血量。当然，这个下路打得太难受了。东西下路提前就位，想包看一下王昭君跟药的位置，没找到特别好的机会。毕竟这公孙离太难切了，它不像上一局一样。这狼队把侧重点放在下路的话，九哲可以考虑一下把王昭君给放到下路，甚至可以让来骁去吃中。王昭君已经下来了，中路打了猫一个闪。下来121顶到，有没有后续？大招反拍，王昭君这边动到一个一技能，公孙离大招反推，没有后续，杀了一个，这边还要硬拼吗？公孙离一技能还在上头，这波直接收掉了狼队的下路双人组。王瑞鑫刚刚这个视野藏的感觉，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那里有一个王昭君。下来打了一个2换1，药在后面止损，药在后面能打吗？又来，这波团还没打完。上来什么第二个大招炸到，但这边刘邦也阵亡了。这波团等于说打了一个，对于九哲队来说打了一个2换4嘛。没错，上这一波对于狼队来说是比较亏的。敖子怡这边第一时间是已经撤出来了，但是没有选择走，还想着回头操作。刚刚他是被王昭君冻住了，王瑞鑫那个视野藏得很好。这波第一时间刘邦没有传大给公孙离，是的，而且他一技能没有选择后撤，应该是选择对拼，还是这个沟通和配合有问题。是的。没看到刘星还是非常敢开的。这波公孙离吃中线的话，那下路的线可就护不住了呀。这波刘星可以提前去河道卡视野，看一下有没有想法。这边是切完线就走了，没有去打一个时间差，打的还是比较谨慎，比较稳健。就可以尝试去给一些压力，打得更凶一点。对，因为这个公孙离在吃双线的情况下，河道视野是全放了的。可以完全让这个廉颇去帮忙卡住河道的视野，去推这个下路的塔，就是不要让你公孙离的线吃的这么自然，就总得对吃双线的话，经济起得高，然后还没有亏损，得让你付出点代价，对吧？他得需要王瑞鑫的视野，常常博弈一下。他看到王瑞鑫如果没下来的话，他就知道这边是阿达，但是王瑞鑫的视野要上来带了一波夏侯，夏侯这边有传，然后中路帮忙抢中。你会发现这两支队伍也是啊，一直都会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下半图。没错，我们基本上视野都在看发育路。这两个队伍其实射手都比较偏核心。一技能上去，二技能点2下，磨了半血，这个就比较被动啊，确实是没什么办法。下路线也护不住，这对于王瑞线来说就比较难受。我是放线呢还是不放线？放线的话做不到节奏，不放线下路压力又非常的大。想找机会来猫一波，但这边应该是有意识到的。
因为上波已经吃过亏了。点，二技能没有动到，大招压了一波血量，配合蓝霄的大招做成了击杀。公孙离这边大招上推，但是有点残，刘邦大招下来保一手，只打掉了一个少司源。这边少司源第一时间开的行招应该是能撤出来的，但没有选择撤。大招回拉到，但这边要做的是个肉装，很肉啊！上来换了一波血量，红旗大招侧面炸一下。那现在对于敖子怡来说很难受啊，这下路该打出来的优势现在被遏制住了。太多人来到下路了，没错。等这个夏侯来到正面的时候，他可能压力会变得更大。现在周柯宇再刷2波之后，可以去接管边路了。是的，就是公孙离这边在前期发育路上线上打出来的优势，通过刚刚这几波九折战队拖住了。没错，王瑞星这波放线很灵性，下来缓解了一波压力。王昭君作用很大。点。哎，这波刘邦是提前传下来了，下路要给波压力，这波是多打少。王昭君这边中路是摸视野的，云鹰可能云鹰上来摸到视野，哎，那这波可能是他这波是传错了，这波应该是沟通失误了，这波可能是传错。啊，这就比较伤了。明天这波按理来说应该是能做对位的。哎，公孙离也被收下了。下路这边没有给到镜头的时候，公孙离这边是被来笑做到了击杀。哎呦，这边应该是操作上出现了一点失误。是的。狼队这波节奏有点大，3个人都倒了。那这波下路的话，应该是要被推掉了。顺势推掉一塔，看一下要不要去做下一波龙的节奏。中路艾塔给波压力，但什么这个大招是清不完线的。中一塔也拔掉，那现在这个局势对于狼队来说非常的被动了。中一塔也掉了的情况下，红旗就不好守了呀。这波节奏发育路这下半图炸裂了，一直在针对敖子怡啊，这个敖子怡他发育的很难受。龙刷了，第一时间过来控龙，但是来笑这边是选择先吃中，把中路线给不愿意放。哎，这波刘邦下去了，但是自己没阿技能，大招也交过。哎，怎么被药给抢下来了？这波云鹰也不在，狼队感觉沟通现在确实出现点问题。大招拍3个，联盟这边打残了，121再拉回来。来笑又拿到2连击破，现在蒲熠星这2分钟人头进账的很顺利，蒲熠星现在有点拦不住了啊。这波比较奇怪的一个点是，九折队明明要开龙，但是中路清完线没往龙靠。那狼队这边看你少人，想着打一波吧，但是又没有想直接上去硬打，非常奇怪这一波。对，而且刚刚狼队打野也不在龙坑的这个地方，这个龙也没有办法硬抢啊。卖的有点两边的选择上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嗯，但是这波进攻打完，狼队的中下2塔也都掉了。于心这边先吃一波边路，哇，别的不说，欣姐这个视野站的是真好，是吧？真是，我们看的时候也是对，真是应付的神。现在又到了守高地环节了，滚一波经济，这波10分钟暴君应该也不太好，要上的视野都漏完了，刚漏了5个，然后这边暗影主宰是有人提前站好的，换龙应该也比较难，廉颇这个位置也在往龙靠。所有人都在看着，龙打掉了，这不要打团吗？来笑上来一炮压掉了前面的血量，这波狼队要撤，想开双龙吗？双龙有羁绊，应该不太好动。周柯宇这边是换出了一双韧性鞋，还是比较稳健啊，控制太稳健了，9折战队。但是没有人去做这个边路的兵线，在中路逛了一波。这个红被莱西要拿下。九折队做得好的地方就是会去攻野区，做的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在边路的兵线他们是没有人去处理的。就100分的答案是你又控了边线，然后又把野区的资源给掠夺了。没错，可以把节奏打得更紧凑，大招反扣，但做了50%散了。但这个时候刘邦出去带线了。刘邦有大招的，带了一半不带了，嗅到了威胁。先看到九折所有人的藏视野了。我这边其实可以卡2道兵线直接压，他现在正面不给压力的话，相当于这条黑豹是白打的。其实这波时候刘邦可以看一看，去带哪条线。我自己的武器也补出来了。
现在狼队知道你在动了，要抱在一起，4个人抱在一起。狼队也没有资格去跟他抢了，现在经济差也比较大。这是个肉药啊！肉药的话，敖子怡就比较头痛了。它不像输出药，虽然输出药对公孙离的威胁比较大，但是这如果是个肉药的话，公孙离点不动。上了2塔，顺势推掉，看一下要不要利用这一波暗影之境给波压力。现在很少看到人玩肉药啊，因为所有的基本上肉装都被削弱了。对，虽然削弱，但是团战来说的话，影响不是特别大。那这一局狼队这边打到现在这个局面，他整体队伍的输出量明显有点不太够了。九哲这边放了一条暗影之境，但所有人都在往下走。上来开了一波，刘邦下来硬保，哎，这波点死一个，有点急了，点死第2个。公孙离还有没有后续？所有人技能真空期，公孙离这边被来肖点得很残，上来硬点换掉了一个，刘邦上来控了一下来肖，非常棒的一个拆火。公孙离这边侧面还在投输出。还没完，这波团战上来，哎，这一波夏侯回头扣，那就有点脱节了呀，那就不跟你客气了。只差流星的连坡了，这波敖子怡很秀。对呀，这波敖子怡一直在天上飞啊。最后，对，特别是刚刚他在隔墙跟蒲熠星换血的时候吧，这波利用一个狂暴在疯狂的吸血，然后蒲熠星这边刚好运气也不是特别好，出的暴击很少，没点过。哎，主要一开始2个人脱节了，周柯宇和王瑞星2个人脱节有点脱节。再一个这波。刘邦传的非常的到位，下来2野拆了个火。对，我们回放一下。OK， 回放就是2个人再打5个。上来击传，公孙离侧面偷输出，然后这个位置回闪开狂暴对点。哎呦，蒲熠星跟敖子怡真的。结果刘邦下来又拆了一手。哎，他2技能卡了一下他平 A， 不然这波敖子怡还真没你能活。回风枪，我这波还没打完。哎，这波柯洁，这波英雄回头来的话。又延缓了节奏，对狼队的韧性真的是在我们。公孙离的破晓出来了，公孙离还差一阶大剑，看一下是做防装还是做输出。敖子怡刚出了一个模式，他先出的隐刃破晓，第3件出模式。上来一点，但这个位置有点脱节，公孙离大招后推，还在找输出环境，但这个位置没有后续了，2个前排都掉了，那现在狼队很危险，非常危险。来肖侧面要不要追击？起飞，开2技能点2下，但公孙离这边是有2的，上来上头。哇哦！再做一个击杀，但是这边兵线是被偷掉了，中下2路兵线人是能复活的，看能不能利用这波兵线推一个高地。这波节奏太紧凑了，本来在前面那波。团的时候，九州战队已经被打了一个小团灭。复活的是敏剑的5秒钟，中路这个大招是选择炸人状态，没有选择清兵线，那这个很危险。公孙离上去想利用2技能耗一下兵线的血量，但是被夏侯锁住了。但是看一下云一这边复活了，第2个大招选择炸兵线，但是队友活了，看一下要不要打一个持续吊点。下路还有兵线，下路有一波。看一下九州战队要不要选择一波。抢一波的话得进去找人，云一这边有点急，上来直接调2个，联盟这边空了一手，上来这个兵线可能清不掉。刘邦没传到，上来这个线被清掉了，清掉了。但中路还有线啊，打一个持续吊点，那这波线的话应该是一波了。夏侯上来又锁住了什么线？没有办法了，中下2路兵线进入水晶，让我们恭喜九哲战队2比0来到赛点。现在九哲战队已经5小局连胜了，这5局比赛可以说九哲战队都在前中期去拿到了足够的优势。这2局我们虽然看到重庆狼队在逆风的韧性，在逆风找机会的能力，包括刚刚在团战的对抗的过程当中也找到了一波机会，敖子怡的阿里也秀起来了，但是最终还是被九哲战队紧凑的节奏给化解了。没错。团战的话打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急。是的，让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席的分析。看好不好？压链是一定的，这是这么强大的一个怪物已经产生了，太可怕了。只有童哥刚刚1人举牌支持了九哲战队。是的，结果没想到这一局九哲战队展现的压制力，就虽然。恐怖，就是恐怖如此，就是因为本来敖子怡是拿到了公孙离，并且配上了邵思源一个下路双人组，前期强度非常高。对，结果没想到因为一波王瑞星挂了波边路，挂了2波，然后直接从那一开始滚经济对上对面，然后导致本来以为后面有一波在高地团其实是打赢了的，但是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又被人连续打了吊点，厉害。我们压力有点厉害，要不咱退赛吧？
我们咱撤了吧。确实，教练有什么想法吗？教练他们好强，害怕。教练这个有点怕。对，这个现在退赛是不是少挨点打？我在想，我们之前赢是不是都靠运气啊？运气游戏。有一点像，有点像。就我觉得特别像曹哥刚才说的一句话，感觉今天的九泽战队。对，换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体回来。想想狼队之前都一直压制他。对呀，狼队之前跟他们的数据比对是没有输过的，结果没想到今天上来被拿了2局，并且进入到了赛点。我这很，然后4别3日，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且九泽战队凭着这股气势，很有可能就顺势而下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刚才图哥说就说2比0，那。接下来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了吧？真的没有，因为这把你们4个人都在举觉得这个狼队能赢，因为什么？因为敖子怡拿到了自信的英雄，最自信的英雄，对吧？公孙离，我们一听公孙离都闻风色的啊，闻风丧胆。结果拿到以后，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发现，他们的士气好像被第一把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波动。有影响，没错，有影响。而且我突然发现九泽战队的士气越来越旺盛，尤其是柯洁的那5连胜了，他们5连胜了，已经5连胜了，同志们。所以第3把。九泽和狼队的第3把，我不知道不是，我觉得狼队现在发生什么？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是要把心态调整好。对，这把 MVP 我觉得不是刘星就是蒲熠星。其实第2把就是刚才也可能是王瑞鑫了。王瑞鑫了，我觉得这把应该给到王瑞鑫了，因为这把起节奏给王瑞鑫，起节奏全是。本来下路都要崩盘的，对，王瑞鑫挂了一波边挂回来了。对，不过说蒲熠星其实也是他扛住了前面的压力，他扛住了呀。对，他扛住了前面的压力，因为他前面是先阵亡了一次嘛，他确实追回来。没扛住前面压力没毛病，但是还是得很关键胜负手是王瑞鑫那一波挂边，不然下路是被压着。来看一下伤害啊，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伤害占比的，我们这里的伤害占比的计算方式是英雄加野怪加小兵等总伤害，跟我们平时这个局内看到的对英雄伤害是不一样的。对，就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 KDA 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打的是对英雄的伤害，这里是所有英雄、野怪、小兵全部都加到一起的那个伤害。是吗？跟大家解释一下。对，跟大家解释一下，让大家更清晰，跟平时打游戏的那个英雄对英雄是不一样的。对，太恐怖。看一下这把的数据分析啊，哇，可怕！周柯宇又8把40输出啊，就是你看实际的看经济曲线，对吧？前5分钟就是1到4分钟开始，九泽队就开始发力了，就开始走节奏了。他们就打那个挂边4打2了，就是4分钟打一波，就开始打3-2，上野联动，然后中社府待在一块儿，就是然后开始起节奏，因为他们也发现了对手前4分钟不出来，我就跟你打对线，能打出优势来我就压你。但这种情况下，4分钟那一波龙之后，因为我们看到了，从刚才对阵成都 AG 超玩会开始，每一波4分钟龙都是九泽战队控的。我没记错，王瑞鑫实至名归，6-1-9，王瑞鑫厉害，全是王昭君起的。是的，天哪，怎么办啊，宪哥？王瑞鑫这个中单不仅让打野很舒服，你看从这一波就是从这一波开始的发育路线打赢了。就是这波挂就这一波吧，打出了第1波节奏，然后紧接着第2波节奏，你看王瑞鑫又在直接突脸 ，A， 你看抢助攻，就感觉九泽战队给人的一种感觉，现在是捉摸不透，有点。后来不是敏剑那一波大招，其实开出来不会死嘛？对，也被冻到了。对，他那波直接2技能进去，直接接了洞。双方都预判了一手对方。但是敏剑语音还是可圈可点很厉害的，就是这波翻盘团是靠敏剑打出来的。而且看到他们这一波上高地，其实点水晶是一点没有犹豫。丝毫没有犹豫啊！哎呀，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这刚打完对1比0，别急，还没结束。我知道还没结束，但是我们做两手准备嘛，要么就是狼队，要么就是九泽。现在你目前，那你现在看到的九泽队这么强，如果狼队让追3赢下来，你不觉得更恐怖吗？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到嘛，对吧？我们现在肯定是希望。我现在看到这里，我已经开始慌了。奋起直追，看看我的实力拿出来。这个就无论是哪支队，我都感觉很慌。
手啊，打谁都很棘手啊。不是，但是现在我们就看目前的这个9折就很恐怖了。对，是的，对吧？那后边我们先不谈，可能狼队翻盘或者怎么样，我们先不谈。目前这个9折就展现出来的压制力，就展现出来的，我们看到的就已经很。但是我说看到的肯定是他背后付出的，这个东西你不付出，你不去训练，你不可能打成这样的。所以今天开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睡觉了？对吧？啊不，我们还是要健康电竞，我们要健康电竞。从现在开始一天只吃1顿饭啊，那可以啊，然后每天睡5个小时，做好减肥了。每天睡5个小时，每天我们到时候也变成一个2.0版本的688战队。哎呀，我觉得最后一局狼队压力更大了。对，而且这个最大了，我觉得应该是比第一局。但我倒觉得以我对狼队了解，他们会放开打，就放开打，说不定表现会更好。你说前2局他们没有放开打是吧？前2局可能还是有一点，因为看到9折队这么强啊，前面这个表现这么好，可能还是没发挥出100%吧。他第2局我觉得还是心态有点问题。对，因为我是觉得敖子怡没有100%发挥开来。对，那我们真是期望着狼队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潜能能够在第3局给我们展示出来，给观众非常希望看到一个护攻的精彩场面。对，而且要干啥呢？这是，而且这一局其实至关重要。打野，如果9折战队再拿下1分，那也就意味着9折战队以6-0的积分和进入到连决赛是吧？而且是2次零封对手，他们打 K 同的对3-0，对不对？打 K 4也3-0，9场连胜9场，那就是从那个前面是1场没赢是吧？对，大局没赢过，他们是大局没赢过。天哥，要不然把我扔俱乐部去吧。天哥，我需要辅导。可怕，我们需要勤奋努力就可以。我们要正视对手嘛，真的很强大，真的。我们有点害怕，对我们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咱私下的时候，其实跟周科宇还有他们打过一次训练赛吧，打了个 BO5，还有小贾。我们和9折队也打过一次 BO5，也打过一次，对。我看第3场会给我们带来如何精彩纷呈的呈现，真的是蛮期待的。我们还打赢了，狼队加油！那次是因为他们教练不在，没人做 PB。对，然后再加上教练赛了，大家都在练东西嘛。对，后面和周科宇、小贾他们打过一次，虽然输了，对，虽然惜败。毕竟他们那边有几冠选手，他们那边梦之队，真是梦之队。哎呀，狼队加油！我觉得到这把了，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拿自信呢，打出100%的自信，把自信拿出来，放开打。对，狼队加油！他们宫本刘邦还没用啊，好恐怖啊！对，加油！但是实话实说，我真觉得9折很有可能再拿下一城。这一场，那我们就一会儿看完 BP 再一次举牌吧。对，我现在就信童哥的，真的。那童哥，你预测一下决赛的比分，不管是688打谁？决赛的比分我觉得是3-2，688胜，巅峰对决。好，我就信童哥。战至巅峰出现过巅峰对决吗？从未出现哦。来一把，应该是从未出现哦。出现过吧？出现过吗？出现过。我不知道你录2次。他说决赛没有，决赛没有，决赛就2次。最后一把不就是巅峰对决了吗？对。哎呀，很期待啊！而且狼队应该刚才司总也跟他们讲了很多，说最后一局怎么样，大家稳住，把自己该有的状态放开打。其实这2把狼队差的并不远，该拖的也拖了，就是其实再稳当一点会更好。是的 ，OK。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一局9折战队赛点局的比赛。下局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加油！加油！好的，回到比赛，9折战队2-0重庆狼队来到赛点。今天的9折战队真的是势如破竹，已经完成了5小局的连胜。我刚刚上台之前啊，其实在后台碰到了9折教练，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的这个状态什么情况？难道要一路高歌猛进下去吗？他非常的谦虚，笑着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谦虚那说明你还不懂9折，9折在给你放烟雾弹呢。那休息室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跟你说什么？就是，哎，你问他1，他回答你3，对你问他3，他回答你9。答非所问。
但是我相信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2-0的一个局面，对于九哲战队的每一位选手，包括教练，心目当中只有一个词：复仇。是的。战至巅峰第3季以来，跟重庆狼队打了3次，九哲战队从来没有赢过。是的。今天2-0先来到赛点，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肯定不想放过。而且，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可以拿到最后一张直通总决赛的门票，会师688战队。太关键了。我感觉688战队在评论席也是越评这个压力越大，因为现在在下面看着说，对，不对呀，这怎么九哲队这么强啊？感觉他们要回去加练了。人家688在上面看着说不行，兄弟们。连夜研究一下那个过几天的 BP 啊，是没几天了，就看这一局九哲战队能不能吃下来，还是说狼队追回1分。对，我们总决赛是10月26号的晚上。对的。当天还会有惊喜的嘉宾。当天我会带着10团过来奇袭一下。哦，又来奇袭？不是你我啥刚？节目组让你说奇袭了吗？好，狼队这边啊，没事，狼队这边是败方选择了蓝方啊，依然是选择蓝方。现在看到大家都是在败方选蓝，想抢英雄。已经到这个局面了。对，就也从这个败方选边能看得出来，其实各位的英雄池都不是特别的深。对，而且王瑞星他玩了几把那个中路工具人王昭君还有根基这种，那还有其他的工具人他们好像没有亮出来过。他上一把玩的最后一个是小乔，王昭君小乔这个英雄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契合团队，吃发育，真吃发育，更多就看他对有帮助。对，就看他这一把会不会还是选出又一个新的那种工具人。画面当中看到子毅跟刺痛他们的沟通看起来很欢乐。是的，这边虽然说是0-2被拿到了赛点，但是从这个状态上看的话，还是比较放松的。反观这边九哲队赢了2分，怎么王瑞星比较凝重啊？这个表现。对啊，我觉得他们是反而比较紧张，比较就是非常的认真专注在这个接下来的比赛，沉浸在比赛的状态里了。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到达胜利，凝重的人在这呢，凝重的人在这呢。新哥这边在线上，对。新哥现在在想，我得掏出什么我的大杀招让你们看看呢？我觉得新哥这边可能在为自己上一局的失误有一点点的自责嘛。对。就中路那一波对吧？当时没有传到语音，棋差一招吧，只能说。对，北师觉得说新哥掏个什么杀招出来？新哥这边的话，我觉得关二爷杀招应该还是给他选坦，对，白起。就你硬要给他选的话，选个站边出来，会跟他们这个队伍的属性有一点点冲突。哎呦，哇！已经就是怎么说呢？今天已经状态拉满了，给你们看我的 pose。这个很松弛，对，松弛感拉满了蒲熠星。因为我们有讲到过哈，蒲熠星跟狼队的渊源，他本来一开始是在狼队的，后来自痛，对吧？来看欣姐这边笑得很开心啊！哇，欣姐是今天真的，状态拉满了，对，上把那个连坡。我们刚刚复盘看好多波这个 VCR 的回放嘛，都觉得欣姐的这个视野真的给的太到位了，欣姐。是的，很有安全感啊！蒲熠星这边身边有一个贴身保镖啊，但是这几局看下来的话，九哲每一局的中路开局都是固定的，对，非常非常的固定。那看一下狼队，没错，看一下狼队要不要根据这个开局的这个人员分配做一些布置。是的，进入双方的第3小局对决，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九哲战队。狼队败方选边，依然是选择了蓝色方嘛，先搬掉了刘邦。刘邦这个英雄的话用过了，不太想给，而且这边是有一手配合宫本的组合的。九哲战队依然是把甄姬送上了班位，因为甄姬的话确实是卓璇之前在我们战至巅峰的舞台上打出过高光表现的一个，还有一个孙膑，没错，还有个孙膑不知道会不会搬。画面当中也搬掉，看一下下一手的选择。宫本5张，我觉得这就有点多余了。我觉得刘邦加宫本的话，搬掉一个就应该就 OK 了。两个都搬，感觉有点点浪费。好像都不想看见。对，因为毕竟你这边还有个亚莲的没搬，还有点怕亚莲嘛。对呀，他亚莲还没出来，孙膑还是搬了一把不给，这个英雄就是不给你。团队性太强了，这个英雄。
啊，两边都没有拿过朵莉亚，看一下朵莉亚想不想拿？敖影抢敖影，敖影。这个敖影的话，也是一手以抢代班。对，因为像上一局我们看到狼队刺痛教练是3班蒲熠星，没错。看一下九哲战队的一个选择，会不会考虑到做一个直接做下半区的一个组合？牛魔和伽罗。那这手出牛的话，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九哲战队的一个英雄池啊，辅助英雄剩的不多了啊，所以直接把牛给锁掉。虽然剩的不多，但是每把都能玩到。是的，毕竟都是硬辅嘛，也没什么人爱玩。对，星姐今天玩了6把硬辅，哎，6把硬辅，3把同样的，都是一样的，3把同样的，廉颇和牛魔，张飞、廉颇和牛魔，哇，一个比一个688在评论席记笔记呢。这边是选到了一个蔡文姬加白起奶桶阵，那这样的话中路可能是个扁圈，有说法，杨玉环。上次我们10团跟狼队打的时候，我们对蔡文姬、孙膑就是这种软辅这种点啊，我们是真抢的。就是而且那一天我们白起赢一次，他们白起赢一次，说白起这个英雄在我们2个队的胜率都蛮高的。对，战打到大中后期的时候就很有用。对，而且更新哥他的那个白起玩的也是他的绝活。对。但是这边3楼出了一手海诺。那这手海诺带个净化，正面强度可就非常高了，那就不怕你开了。你的火魂是打我呢，还是不打我呢？包括这个梦魇，他海诺还是得出，对，但是非常的扎实啊，就是伤害量可能不会很高，打到蔡文姬身上也没有那么痛，但是很烦。这个白起、伽罗前中期还真是有点打不动。哇，只要你前3楼不拿中路，九哲战队这边又开始搬掉了一手王昭君。哇，我记得九哲教练在之前直播看《战神巅峰》的时候，还对卓璇称赞有加，说卓璇是真好啊，好像当初想要把他选到自己队里来，没选到就搬人家。什么意思？哎呀，意思是王瑞星不香吗？哎，王瑞星这几把今天的这个表现，我说实话可圈可点。搬掉了一手一星，搬了个强开团，那中路这边有个扁缺露出来了，看一下，搬掉了一手边路的大司命。应该我觉得不会选扁鹊。选到一个肉飞，但这样的话看下来伤害量有一点点匮乏。据我了解，可能周柯宇他不一定会出肉飞。不一定，可能是个输出飞，对，反本而行。输出飞。就看橘子对于周柯宇到底有多少了解。选择给打野留一手康特位。亚莲还出了没搬，给一手康特位。这局亚莲也是非常舒服的，那亚莲出来的话伤害就非常够了。看一下后2手的选择，是做到一个纯奶桶阵，还是做一个互切 C 的阵容呢？这个伽罗目前是没有人威胁得到的。这个伽罗一定要去处理。镜。我说过，之前说过闵健是会手镜的。是的。还有武则天，控制什么都拉满。那镜换位大招锁到人的同时，武则天给一个大招。锁下了，只能直接把 C 位给控死了。哇，这一把狼队这个阵容控制是有点多的，是的，而且狼队这边能接很多的小控制，像蔡文姬弹到之后，对，蔡文姬接个大招，蔡文姬弹到之后，武则天弹那个大球，包括武则天跟白起也能接 combo。5楼补到一个源流吗？锁了，非常非常高啊！九哲的这两边的阵容都很扎实，源流也是第一次见他玩，对。但是偷偷的从他的战绩上翻了一翻啊，其实没少玩啊，就是有在练，对，也是非常非常刻苦。就是像什么源流啊、马超啊，包括耀，对吧？这些英雄玩的非常多。对，因为源流其实在 KPL 的赛场上打野位好用，对，最近出的也是比较多的。虽然胜率不高，但是登场率非常高。从年总的舞台一开始出场就很高了。但是这一把，我说实话，重庆狼队的阵容真有点扎实。特别扎实，我觉得两边的阵容都很扎实。这局更多情况下是看一个选手的局内发挥吧。小空太多了，狼队。没错，看一下狼队能不能在前2局的失利中找回自己的状态。对，这把看起来伽罗很难活。两边的 C 位都挺难活的，互切嘛。敖影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他敖影自保能力还是挺强的。对。这一局也是九哲战队的赛点局，他们离总决赛只有1步之遥。
看一下到底是9折3比0赢得比赛进入总决赛，还是说狼队均回1分？脸色凝重的新哥，但是掏出了他大杀招白起。没错，确实。看一下这一局跟队友的配合。嗯。这局压力都很大，一边是面临着自己的3个赛点，另一边的话是差一步晋级到总决赛。我想知道688现在会给谁加油呢？688现在压力很大呀。对，688现在看的这个9折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如果给狼队加油，请举起左手；如果给9折队加油，请举起右手。不举手，他们给我比了个爱心，是什么意思？不举手，我告诉你，他们可能在认真的钻研当中。对他们很认真。这局海诺专门带的是个净化，非常的稳。哎，这边看到新哥带的是个闪现白起啊，很有想法。闪现白起的话就是奔着大闪开团，对，就奔着伽罗嘛。就得开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朝到伽罗。我直接就是一个大闪。直接就是一个大闪，然后配合上其实自家的武则天的大招，对，而且没有鱼，这能控，就没出抵抗鞋之前，这能给你控个2-3秒。我只能说狼队这把控制太足了，他满了。这把敖子逸确实在输出环节上来说的话，会比溥仪星好很多。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好的，进入比赛，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9折战队。出击！看这个开局依然是熟悉的站位啊。现在开局只要看两边辅助去哪。哎，刘鑫一模一样的开局教过了。这个走的路线就是固定的，每一把固定，小草刷新一个 bot。你别看我固不固定，我只要能赢就行啊。我来这里站着，这个位置是有研究的，就是他能看见你是什么开，顺便看一下你进没进野区。就是这边抢进很快，看看要不要进小野。哇，这个哎，你别说，新哥这个换血还可以。跟亚联打的话，下路这边这个线可能要被卡住了呀。这个画面还不走吗？哇，顶住了！目标被打一套，打到治疗直接交，抹了半血，塔刀可以回上来，不是很伤。那我觉得这波敖子逸应该是没有意识到这2个人过来了，不然应该这样不会这么靠前。他应该知道他们来了，但是不知道这么快。对。说实话，3局基本上开局发育路都是这样的节奏。这个画面我已经见过6把了。对。毕竟速刷完了，但是周柯宇这边是多吃了一波中路兵线，没有选择了进红。王乐清这边是选择赌中线，那下一波的节奏就是9折比较舒服了。上来吃波上有传，柯洁已经意识到了，传中。前中期还是比较偏稳的，下路这个兵应该要被卡，直接就是过来压血量。对，说实话，王瑞鑫今天支援发育路的这个次数，真的敖子逸看了都觉得王瑞鑫是真助发育路的。哎呀，这边被压了一波血量，吃个血包，河道被挤出来了。那这样溥仪星就比较难受了，要退一下。这波上路2v2，上路带血拼。换血来看的话，白起还可以，哎，还走位，哎，挺细节的，追着，再转一圈，直接把他压退了。对，终于到我拿绝活了。哎呀，确实对线都不一样了。新哥的这个白起熟练度是比较高的。对呀，这个走位扭掉亚联的1技能。对，因为新哥本身他也自己也玩亚联嘛，啊，对，所以他可能也能既了解自己又了解对手哈。百战百胜啊！哎，没事，给你，被抢回来了，给你，这叫声东击西。我知道你要打我，哎，我把这个给你了，我打你的血量。哇，好压得很凶啊！这个王瑞鑫的这个海诺，熟练度看起来是比较高的。现在就看狼队能不能开一波节奏出来了。看一下，就每波都是这个路线，我就是
对，敖子怡现在就是看到王瑞欣3个字就得往后撤，少人下来疯狂的压血量很难受啊。哎，这是有个前提，你知道吗？就是前提就是他每一波中线都是他先，都是先。但是这个帮忙缓解压力是一方面，对于溥仪星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你下来一波，我吃的经济会变少。对，而且没出什么。哦，想单杀打一波勾回来了。这个血量有想法，因为带的不是终结，所以现场不具备击杀的能力。哎呦，新哥这把很有画面啊！就看打团的时候能不能再去限制到这个伽罗了。看一下这条龙，这边是知道你亚莲没有状态的，要不要传下来动条龙呢？下路这波兵线也是压完的，有没有想法？来了，2个人虎视眈眈，这个路线，哇，没有选择到金姐上去就是顶，先不管，先顶了再说。这波如果选择硬开的话，应该是闪现流，这边没有交闪的话，没想到打。这能看出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啊！上路还在换血。好像不好打，亚莲还真不好打白起。对清线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压力。哎，你可以看出欣姐就是每一次人不来，我跟伽罗台下站着，等那个王瑞欣过来之后，我就是往前那么一顶。对，我觉得你刚刚这段话就是九哲战队九哲教练跟他说的，肯定跟他原话是吗？对，我觉得就像九哲教练说出来的原话。你先别上，等他们来了，你过来你就上。是。太按错了。把大招按错了，绝对按错了，误触了，应该是拉屏幕的时候碰到。嗯，哎，这波没大招还要进蓝，这个蓝海诺没大，还反到了，没敢守，反到了，还真反到了，没人守啊。这波没蓝的进，哇，没蓝的进，那就有点难受了。其实这波打了太怂了。对，这波有个信息，海诺中路没大招，只要得知这个信息就是可以打的。嗯，这把。不像前2把一样打得那么火热啊，这把反而2队上来都打得比较稳健，一边是拿到自己的赛点，另一边是奋起直追的一个状态，打得都很稳。这两边这个阵容到后期就怎么说呢？真不好说，就看熟练度、看配合、看操作。左边控制太多了，右边手很长。对，右边海诺、伽罗。哦，这个位置大招逼出来，大招。敖颖和蔡文姬的大都逼出来，那这就比较赚了呀！你看我欣姐不是，你看我欣姐不是公式化，是的，换出来了一个敖子怡的大招。下路有意识到吗？来了，哇！留刀踩进来，但是留不到人。这拉扯，去刷了，但是没有想法，好像。哇，九哲这边5个人都在发育路了，白起这边也传过来了。这个支援太快了，白起这波是传下来，帮忙缓解一波压力。那九哲战队看到你白起下来了，我也没有想法了。哎，你看这个欣姐给的这个视野啊，他们去哪，他这往前一顶就能看得到。嗯，会有一个提前量。对，哎，往哪一走？哎，他们往这走，他们往这走了，我都看着呢。你看往那一草一站，然后中路。这波敏剑是把人呢摇回来帮忙守一个蓝区，但这波你人都回来守蓝区的话，下塔可就要掉了呀。前面周慧宇是偷偷摸摸的溜到了下路草丛，你去中路补线，但是被看到了。草外蹲啊，下路外塔被拔掉了。草外蹲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留不到了，五个塔。对，这一波劲带着双 buff 想反这个红，来偷点小野怪。红要反的话，可能会被包，这个对危险。周柯宇已经在往这边看到了，要交大，交大就拿到了，哎，被抢到了。双进。亚莲这边想要留不住的，留不住的，亚莲是留不住进的，没人能留住进，除非他是老夫子。现在这个华域对于普玉线来说很舒服。我看欣姐这个红贝是提前站好，然后小野一打完是野又放。到现在双方还没爆发一血啊，经济也几乎持平。现在就看两边的边路谁先动手了。请这边利用你们看一下中路的视野，知道你人都在中路，那这一波边路可以直接带。这样拖下去，感觉只要动手就是一波大团。灵感。这两边感觉都奔着10分钟去的，这个阵容10分钟之前确实也打不太起来，而且两边经济持平的，很难爆发人头。就你说是看你手法了，抓人也不好抓。抓我新哥啊，新哥还是很肉。这抓白起就更不好抓了，有个大招，有个闪现，对吧？又不具备什么留人的能力。那你看另一边的话，也没什么留人能力，就进去硬杀的话，伤害量也不太够。这边毕竟带一个牛魔的牌子。
但左边控制多，稍微好一点啊，六人。这两边就对着发育。二技能上来，不想发育，一技能滑一下，但是没有选择交大。撤了，又撤了。哎，但是你看周柯宇这个位置，现在他有点想法，很想压边塔。九折制这个想法是比较好的。周柯宇在等一个有缘人啊。等到了，我说实话就他了。凯文基这个位置没动手，这不动手，开大点2下，但是没有后续。上来进大招锁到，原流这个位置大招跳出来。白起这边朝了一手没有朝到，牛魔2闪拉开，非常的好。来了，柯洁的亚莲进场，大招落地配斩杀，斩死一个。这波柯洁收割呀！这九折战的这个团战的层次，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是的，上来又逼出了一个OZI的大招，那这波没有后续了，中塔可能要被掉。上来，还要杀白起，大招踩2脚，火星哥顶到有没大招啊？要顶，哎，牛魔换着扛，顶进去，会死吗？不死，大招硬朝，但是哇，这一波换扛伤，流星的牛魔还没死，太硬，太能扛了。对，刚刚那波其实，在野区的防守战当中，白起的大招是已经交过了。书写梦的序章。现在对于狼队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了。现在不具备击杀前排的能力，敖影不是一个持续性输出的射手。在打到牛魔的牌子加持了任何一个前排的时候，他是秒掉人。哎，他真的是有点打不动啊！看太肉了。对，包括他没有办法去化解那么多波进攻。我们刚刚看到最后那一波九支战队，他能够把这个团最终打赢，是依靠着柯洁最后那一波进场完成了收割嘛？这波要打，侧面一直给压力，疯狂的压血量。哇，这王瑞鑫这就追着扎呀！哎，这个镜已经被扎残了。上来还在扎，有点扛不住了。这个红区可能不是很好要。牛魔2技能顶上来，没有选择交大，上来大招拍没有拍到，上面的白起被打退，没技能了。但是武则天一个大招，准备想劝退，所有人都被劝退。那这条龙应该是要不了，还出了一个可以回血的。那流星这边做的比较好的点是他不上头，2技能顶上去之后，队友跟不上，他大招又不拍了。而且，对，我觉得九州战队他想的比较清楚一点是在于说，哎，你狼队这个阵容，每个人的大招都很猛，那我一个一个先把你大招逼出来，你没有了核心的技能之后，你再怎么跟我打团呢？没错，兵线做完，选择开龙，打得很稳健啊。对，就每波团我赚点什么吧。现在狼队只能找机会去边路抓波单了，但这个亚莲的坦度也比较高。楚一星的话，就看镜能不能大招换位进去找波机会做一波置换了。现在问题在于这个王瑞熙正面给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他带了一个净化，正面白起又不太好开，没什么想法。然后镜这种英雄在海诺的面前伤害又显得很匮乏。能拖一下，看OZI的装备起来之后能不能打不掉点。书写梦的序章 buff 刷新，红应该是不好守了，看镜要不要去偷波兵线。灵感，跃然纸上。上路线要漏吗？没敢漏，选择往上半区走，是偷龙还是要偷上线的？对，镜这个位置想要偷龙。这边九泽队是没有意识到在动龙的。下路要不要给波压力？镜这边在动龙，对，要把人留住啊，要正面要拖住，不然这边好像镜上面的位好像是换出去龙，周柯已经意识到这个龙最后的归属被周柯宇抢了，还把镜给杀了，镜也被杀了。这边看到敏剑大招在换位的途中飞出了龙坑，龙应该是回血了，所以打得很慢，没打掉。哇，这一波是往上走，是的，抢到了这条龙，还做出了击杀，那这波狼队就非常舒服了。对，太亏了。敏剑这波等于帮周柯宇打工，打完工之后自己人还没了。不仅没有做到边路的兵线，还送了一条龙。那现在九泽队连边路的兵线都不需要运营了，直接给主宰就好。这条主宰之镜给出来之后，跟着主宰之镜压力就很大了。经济差已经来到了7000，而且普一星这个站位很靠后啊，很安全啊。而伽罗现在有红又有逐日，
其实也打不动啊，难摸到他。亚莲都打不动。现在看新哥能不能来波奇迹大闪？大闪了，得大闪了，得看一下这个伽罗有没有出抵抗鞋。而且就算把伽罗人杀了，就位，牛虻往前顶，这怎么守？守不住了。有想法要开，大招拍2个，武则天这边接了一手大招，上来2技能顶1个，亚莲大招落地拍3个，1技能挑起了射手，蔡文姬这边开了个大招往后退。这边金还在换位，但是没有后续，伤害太低了。牛虻这边双卡给的很高，逼出了一个王瑞星大招。哇，海诺一直在后面输出，打了一波大招，敖影飞后面了，敖影落地大闪，直接落地，哇，杀2个。敖子逸这波立功了，2连击破，要顶进去，没躲掉了，上来换一个敖子逸，3连绝杀，哇！非常秀，但周克宇这边坦度太高了呀，实在是没办法，没有团战后续了。但是敖子逸的这波首加太有画面了，没能让九哲战队在刚刚那一波直接一波掉，最好的机会。没人能想到敖子逸在1次血的时候落地来了一波大闪，极限操作，把敖影这个英雄的上限打出来了。没错，我以为他要走的，没想到他这个血量还敢回头操作，回头啊！是的，非常敢。真的是帮狼队延缓了。维新这边都没反应过来，他这边看的有一段距离，寻思这个闪我捏一下吧，但没想到敖子逸一个大闪直接给他收掉。是的，敖子逸这波打得太帅了。这边红区被控下来，选择直接动龙。九哲这一条龙要是拿到的话，这波在没有高地的情况下是比较难守。好，给他。我们来回看一下这波。侧面伽罗在输出完之后。压低了半血，哇！这个王若勋海诺一直在前面 poke， 伽罗一直在隔墙输出，然后敖子逸看到敖子逸的大招回头望月，再一个闪现，闪现都没看出来。上来火魂打到，但不是很痛，逼出了一个武则天大招，进这边的换位，但是被点死。伽罗这边还在输出。王若勋侧面给压力，上来去开出了血魔，但亚莲这个位置有一点可能要脱节了。哇，位置没有后续了呀，还要上，还在秀，喷死了，上来秒掉了伽罗，但是自己也难走。那九哲战队这边只剩下3个人，又3打3，但是一拿这个王瑞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海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啊，一直在。中下还有2路兵线，王瑞星手里有进化有大招。但是射手不在，没有选择继续压了。狼队又守住了，再稳一波。哇，那这样对于敖子逸来说很难受啊！我这起来就打一波架，打一波架我就死，我吃不到经济啊！他很着急。是的，这非常非常难受啊！你看柯洁也是目标很明确，我就直接进去找你家 C 位。先看这个蔡文姬大招能不能把 C 位保下来了，再一个就是看新哥这边大招能不能拆到火。不过目前这几波看下来，敖子逸在射手上做了一个对位是非常不错的，这几波团战都精准的找到了普星。他能够在队伍如此逆风的情况下，打出高光的表现。还想接，但伽罗第一线是没有就位的。我一直在后面找。上来，王瑞星，王瑞星一直在后面找。这压力给的太足了，一个人打跑5个人，没人打控。上来给一波火魂，敖子逸忍不了了。敖子逸上来说：“你们能这样子，我直接上去就是打他。”确实是没什么办法，要留这个海诺有点不太现实。对，不能把控制到他身上，因为他有进化。没错，有进化有大招，你把伤害都灌到他身上了，他反而很开心。下路这个位置，重庆狼队只剩下上路1座高地了。这个高地估计得打一波了。周可以提前进来卡一波位置，已经被扎没血了。3高全破，中路还有主宰之境，这应该是决胜团了。九哲战队的赛点局也破掉了重庆狼队的3路高地，能不能就此机会一波？看一下狼队能不能守得住。提前要到了，给压力。上来闪开，开到了，上来开，牛魔大招拆了2个。伽罗还在输出，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伽罗，没有人能碰到伽罗，伽罗一直带点兵线进入水晶，让我们恭喜九哲战队3比0战胜了重庆狼队，让我们恭喜柯洁、周柯宇、王瑞星、胡一星、刘星进入战绩巅峰第3季总决赛。这
这支战队从最开始公认的直面实力最强，到上场经历连败，从4条分路的内部大调整到转会期迎来2位新选手开启新的磨合，从100%败率的低谷中重振旗鼓，到淘汰赛零封快手拿下了关键局的胜利。本次半决赛中，他们更是一举战胜了此前从未交手过的成都 A 级超玩会，也成功复仇了此前的劲敌重庆狼队。靠着9战荣耀、折冲万里的气势，成功在战士巅峰第3季的舞台打出了真正的逆袭剧情。让我们再一次恭喜9折战队！向前方路照亮。让整个高傲将勇气上涨。今天对于周柯宇来说，他拿到了这张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门票。对于蒲熠星来说，他也成功战胜了自己的老东家，证明了自己。对于刘星来说，今天6局比赛6局应付，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本届战至巅峰上的成长。对于王瑞欣来说，从去水赛女野王的称号，一手大司命惊艳4座，但她并没有选择在自己的舒适区，而是选择转到了中路位置，为团队做出了牺牲。今天的6局比赛，无论是工具人，还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局的海诺，给到的视野的压制，给到对手的限制都拉满了。对。同时，对于柯洁来说，今天他的孙策、他的刘邦、他的亚莲，也让我们现场的观众赞不绝口。9折战队完成了逆风翻盘，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9折战队，恭喜！那么就去找为叫做希望的光。688遇到劲敌了。今天的6局比赛，688战队一直在评论席，没错，看着9折战队的表现，现在的688压力应该非常的大。同时，对于重庆狼队来说，我相信也在本届战至巅峰的舞台上留下了很多的回忆。当然，我们来回顾一下重庆狼队在本季战至巅峰的征程。嗨嗨，我是狼队小陈，今天继续上班了，现在要走去狼队的路上。当当当当，来到狼队的门口。好了，进去上课了。我们昨天啊打完了时代少年团哈，大家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啊，已经疯了，精神状态不太正常。思痛老师啊，你觉得大家表现的如何？哎，其实吧，我觉得昨天大家表现的都还可以吧。好勉强，都还可以吧。他刚一秒还说被打懵了，现在说还可以吧。太官方了，刺痛教练呢？你这样，你现在开始每一个人、每一个队员，你都说一句他的不好。我一定要说人家的不好吗？对，拿出你平时说话没有镜头的风格。对呀，你不要总在镜头后骂人呢。刺痛只会在别人后面骂。就是镜头后话说那么脏，一到镜头前就给你装上了。来，请说。那就先说你吧，陈卓璇。陈卓璇不够全面，还是太不够全面了。而敖子逸太过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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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就是太过完美，太过完美。敖子逸就是刘邦。这样吧，刚才刺痛教练说了我们的坏话，现在到想要夸每一个队友吧，包括什么呀？哎，好，包括不公平，不公平。首先吧，我们的中单，哎，非常具有大局观，我觉得大局观非常好，就是挂边节奏啊，或者是队友配合节奏，我觉得非常到位。哎，我觉得你说的贼有道理，对吧？然后是我们的上单，单带节，但上单不在，上单，比如说什么单带节奏啊，或者切 C 能力啊，哎呦，顶级一流。一流。我们打野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打野这种控龙能力啊，
一绝，带线能力、带线打团能力，或者是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能力。一绝。我们的辅助这种反应能力，就是基本上都会保住射手，不会让射手身陷险境。对，教练吧，教练就纯属版本陷阱。现在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了，不仅是非常和谐，而且也非常能够懂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事情。但是最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熟悉，可能有很多话不太敢直接说，或者是不敢直球吧，所以有很多意识上啊，还有想法上、打法上都是需要做调整的。一开始会有这些小的问题吧。但是敖子怡马上就要复活了，有机会闪现，没点掉有复活甲，点掉了，让我们恭喜688，以一个非常漂亮的2-0的比分战胜了他们的对手重庆狼队。我觉得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合加上硬实力有一定的差距的。其实我们队伍的话，现在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团队吧，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凝聚力也不是很够。叫啊，子怡，你得，我看不到你在打，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我在那个啥。其实我们在 KPO 队伍里面，不管是哪个队员来，都会先讲究凝聚力，因为如果说你跟你的队友，你看到他一个眼神，你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你怎么打好比赛？没看着我的，不是我就在那儿了。我们队最短板的是配合。感觉我们队伍要毁了。确实是没有输过这么惨，输了一整天。说句良心话，考博都没有这两天难，真的。我们团队主要就是互相指责，赛后辱骂，甩锅，又私下斗殴。我们团队就是这么一个团队。你打死了？我进去卖呀，被谁点了？卖呀，脱节了。并没有觉得那一场的失败会给我们带来不愉快，因为有脾气的话，对于一个队伍来说是有进步的。真的，我们队还是能出成绩的。都有各自的硬实力的，只是我们组合到一起，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美的配合。所以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的训练之后，天下无敌。快跑，老铁！他打不死我，哥夸大了。我的，输的时候还开开心心的，输的时候都还觉得我们要赢。在我心目中的话，我觉得一个合格的重庆狼队凝聚力一定要做到很好，就相当于每5个人都可以互相开玩笑，我说你菜，你说我菜，我觉得这在我心目中就非常的符合。能留人吗？16分30秒，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漂亮，这你都偷掉了，老铁。到现在呢，因为我们成员也比较固定了，每个人打的分路也比较固定，自己要去怎么练习都很固定。之后我们也磨合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默契。更重要的是，最开始刺痛给到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要给情绪价值，现在完完全全给到了。敖子怡天下无双，再把周国宇带走，一波团灭的9折战队完成反破3高，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同时也宣布他们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的胜者组。生而无畏，战至终章，不走688。重庆狼队被时代少年团给战胜，失去了去跟688通过巅峰。
力的女孩子，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加油！新哥作为我们队的队长呢，一直也是，我们的主心骨，给我们大家的心态和情绪价值加持了非常的多。来，大家稍微开心一下啊，喝一口，可能心情好一点。他嗓子也不行，给他带一个那喷雾呢。那我买2份。对，晚上吃点啥？啊，作为队长啊，就是这个队里最年长的人，跟你们相处非常愉快。也是让我看到了年轻人该有的热血，唤醒了一个年近40的一个男人的一个电竞梦。可以打，可以打，追，上追！一波了，结束，下班。在这个节目里，我真的挺过瘾的，也非常感谢这个节目。要不然没这个节目，我的电竞梦应该这一生都实现不了。我们都加油哦！然后在比赛场上发挥自己最出色的能力，展现我们的实力。战至巅峰第3季，郭晓婷被裁结束，敏健被裁结束，陈若璇被裁结束，OZE 被裁结束，林更新后裁结束。其实当这个视频放出去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我们输的时候。我希望这一次的视频不要被任何人看到。我们要拿冠军！好，拿冠军！冠军永远都是职业选手们的梦想和目标。今天重庆狼队虽然说没有能够像刺桐教练如愿一样，这个视频不要被大家看到，但是我相信这一路走来，重庆狼队，包括我们身边的4位选手，还有我们今天在线上接入的新哥，还有教练刺桐，都给我们在第3季战至巅峰带来了非常多精彩的瞬间。这一幕一幕，随着刚刚的那个纪录片，都重新浮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呢，很遗憾，今天止步于半决赛。但是因为刚刚也聊到了，新哥是因为个人行程的问题，没有能够来到现场来参与到比赛，所以我们首先连线一下新哥。来采访一下此时此刻新哥的心情好吗？嗨，新哥，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好，想问一下，此时此刻的你，在经历过刚刚的这场比赛之后，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挺复杂的吧？对，还没有走出来啊。还没有走出来，可能需要平复一阵啊。那第3季的战至巅峰，战至此时此刻，有什么想跟你身边的好兄弟、好姐妹们、好队友们、好教练说的吗？其实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都挺不容易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我觉得我们没有太大的一个失误吧，那可能就是因为一定的原因，那我觉得可能带有一定的遗憾，但我觉得不要气馁，我觉得大家已经都挺好了，很棒了。不放弃是电竞选手的精神内核。还有一句就是刚进战至巅峰的时候，还记得您的自我目标是什么吗？你说我手里有那个台词稿啊，你提醒我一下。其实就是想问一下，到今天，您觉得在战至巅峰，您有收获吗？有收获啊，我觉得让我对竞技比赛对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我觉得是有比我之前有更深层的一个理解吧。那我觉得这几个月下来也是陪伴我生活当中很久我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个上面我觉得今天此刻我现在就是挺遗憾的。你说肯定还是有一定对难过。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下一季再请您来，您还会来吗？没关系的，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问过一个人了。我觉得可以，我想来。好的，这导演组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啊！好，谢谢新哥的采访，咱们以后王者峡谷见了。我想跟队友说几句话。可以，没问题。时间交给您。他们4个还有刺桐教练现在在现场，我觉得心情也是，挺复杂的。我觉得
开心一点啊！我们都会坚强啊，然后把这个化成一个动力。好，谢谢鑫哥，谢谢，回见。好，谢谢，好，回见。好，那么接下来就从我身边的剑哥开始了。首先啊，大家都知道剑哥作为一个打野位来到战至巅峰备受瞩目，今天你也很努力，大家可能在镜头里看不见，现在剑哥在我的身边是满头大汗。这一场 BO5的对决，在大家看来可能是3局游戏，但实际上真的对于职业选手的来说的话，是体力、操作、身心都是一个锻炼和磨砺。想问一下啊，首先站在这里的话，或者说你第一次来到战至巅峰的舞台，您给自己设定的在战至巅峰的目标成绩是怎样的？其实我这个人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追求过说要争第1、第2，但是我来到这之后，我有了我的团队，有了这么一群可爱的队友，我不想跟他们一块输，所以说其实平时生活中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练，去想让自己更强大一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能够一起为大家遮风挡雨那个人吧，但是还得练，还得练，还是要继续加油，因为电竞职业的这条道路是任重而道远的。也希望有一天剑哥可以完成心中所愿，也希望未来在电竞道路上还能够看见您在野区叱咤风云的身影。谢谢剑哥。接下来采访一下子毅，刚刚采访完了打野，知道你之前也是打野，在咱们战至巅峰的舞台上，在野区留下了非常多你的身影，但是这一季的战至巅峰，你没有继续进入野区，而是放弃了打野的身份，来到了发育路。我想问一下，是为什么你会放弃掉野王的光环，然后再回到战至巅峰，要在射手领域去追逐这个新的成就呢？因为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确实一直都是打发育路的，只是之前打野就是因为队里没有打野，所以我去补了打野。然后听说这一季非常多打野，我就说，哎，那我可以来刚好回顾一下自己本来的位置，可以打一下射手。对，这个其实是保持初心了。对，保持初心，但是要放弃掉之前的光环，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啊。因为在战至巅峰，大家认识到子毅是一个野王啊。问一下，这一季对于你来说，曾经你是在战至巅峰享受过最高的舞台，站到过最高的巅峰的，但是此时此刻，止步在了季军，止步于半决赛，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其实挺满足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参加这个节目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就是我尽力了，然后我的队友们也都尽最大努力，然后实在是就是敌不过，那确实就是在此止步。但是对于整个队伍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伍可能从最开始到现在，然后慢慢的在做到狼队的那句口号吧，就生而无畏，战至终章。我觉得到现在应该算是差不多完成了这句口号，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谢谢子毅。这一路走来的话，子毅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尝试和突破，但是在发育路目前止步于此，希望未来可以在发育路看到你更好的成绩和表现。好，接下来要问一下卓璇。卓璇，一开始我们在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当时在红毯给我的感受是非常腼腆、害羞，然后很谦虚的一个人。当时我还让你们去填自己的这个战力，你还记得吧？今天在这里给这个阶段的自己点评一下，在这一季的战至巅峰有了哪些不同的改变吗？其实我觉得在战至巅峰收获了非常多，而且收获的是我在其他的节目中，甚至是我曾经、现在以及未来可能都不会再收获到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我在来战至巅峰之前，有许多人在想，哎，我作为歌手为什么要来电竞的节目？其实跟我的本职工作离得很远。但是其实我觉得来到了战至巅峰所收获的那种
热血和坚毅是可能在其他地方所感受不到的，并且我还收获了一帮这么好的队友，还有我们最好的教练，所以我觉得没有遗憾，也非常满足。你觉得自己目前已经成长为王者峡谷当中你心目当中的陈厉害了吗？我觉得不管是王者峡谷还是所有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都没有最高点，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有更高的位置等着我们去攀登。好，谢谢。接下来，小婷。小婷，其实我们不是第一天红毯见面的，您是中途其实加入到了狼队的这支队伍来。对。哎，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你从路人的单排玩家，然后如今到电竞的新人，这一段的电竞之旅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也是可以记住很长时间的一段经历，因为其实个人玩跟整个团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这次加入到狼队，我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也特别幸运，可以认识我的所有队友们，还有我们的教练。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也成长了，对，成长了。就像刚刚我们也聊到过的一样啊，就是对于电竞这条路来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去太过于看重结果，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回望我们来时的这一路究竟走的是怎样的，从中学到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对吧？子怡这个是最懂的。哎，好，接下来问一下刺痛教练，问一下，首先从狼队的组建到大换血啊，再到这一次的半决赛的征程，对于你个人而言，半决赛的结果，你是怎样的感受？感受的话，其实不是很满意这个结果，因为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从第一天我们的组建到后面的大换血，其实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感觉我们是属于至少会进决赛，这是对我们的实力的一个第一印象。所以说今天拿到第3名，确实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遗憾，感觉要是再努力一点，要是我们少失误一点，要是我们运气再好一点，可能我们今天就真的赢了。虽然说今天确实被打了个3比0，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赢的资本的，非常可惜。但是作为电竞选手的你，也非常清楚这样的遗憾能够给队员带来什么，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毅，变得更加坚强。想问一下，是否觉得？就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遗憾当中，作为主教练的你，有从中吸收到什么吗？第一次当教练，从这一次失败，我吸收到了很多吧。我觉得人生中确实会有很多的失败，像作为一个电竞选手，对于我来说，我的电竞里面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但是这一次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友谊，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友们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们在生活中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在去当一个队员和教练，而是大家在做朋友，如何的去开开心心赢下每一场比赛。那么既然如此，话都说到这儿了，来点评一下陪伴着你一路走来这第3季战至巅峰的每一位队员吧。那先从郭晓婷说，其实郭晓婷的话带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古灵精怪调皮，然后给人带来了很高的一个正能量。就你只要在难过的时候输掉比赛，或者说在训练赛输掉的时候，我们每个队员只要听到郭晓婷说话，我们内心就会好像并没有那么的难过。然后陈卓璇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要强的一个女孩子，她会在游戏方面特别的努力，而且她会在每一次去排位训练的时候都会发给我检查，就会在前期打辅助啊，不管是打辅助还是打中单，给她定的目标，她每次都会第一个完成，然后发给我，然后会主动积极的问我，这个英雄该怎么玩？所以说陈卓璇真的很努力。然后的话，敖子怡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电竞选手，真的，敖子怡非常的有天赋，但是也差了一点运气吧。
因为我觉得敖子毅在我们队一直作为一个核心的射手玩家，他确实做到了很多以前像我打比赛射手该做到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他非常天赋到位，你是一个被耽误的电竞玩家。然后的话，敏剑是后面进来的野王嘛，其实我们上一个打野是溥仪星嘛。对，然后就进行了一个大换血，然后敏剑来了。其实我可以说溥仪星吗？其实溥仪星的话，因为放他出去，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想打射手。那时候我挺感触的。那时候溥仪星跟我说，我非常的认可你的射手，但是我跟你说的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让我打野，他非常的难过。然后我也跟他聊了很多，然后他也在这个舞台上赢下了我们，也是挺能为他开心的。然后的话，敏剑的话打野是属于一个野王的身份加入我们。当敏剑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整个战士巅峰的野核体系完全就是被洗盘了。就在敏剑没有加入我们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野核的话是只有周柯宇一个人在玩，对，很少会有人在玩，因为大家都是契合版本。对，现在就会有对立了，会让比赛变得更好看了。就我们不单单在战至巅峰的舞台上只看到了坦克野，还有以剑哥为首，还有柯宇为首这一批野核型的玩家开辟出的这一条能够让刺客型英雄，让这些吃经济在 KPL 赛场上可能登场非常少的英雄，在战至巅峰的舞台上也有属于他们的一片天地。感谢刺痛教练，当然还有一位咱们不能漏了，今天没来啊，新哥必须得点评一下。新哥的话就让人生气了哦，我们失败了，居然没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5个人在那里独自流泪。这回头得让他请客吃饭，必须得请我们吃饭啊！其实新哥的话，因为他也是比我们大嘛，然后他其实在生活中特别的照顾我们，他在生活中也会积极的向我们沟通，然后问我们一些问题，然后会照顾到我们的情绪嘛，就像一个哥哥一样。就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教练吗？我怎么感觉宁哥星才是我们真正的教练？他会主动的疏导我们的情绪，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男孩子，非常贴心的新哥。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教练加上5位选手接受我的采访。那么也感谢重庆狼队在战至巅峰第3季暨王者荣耀 Star 赛的辛苦付出。在这个赛场上，你们一直以顽强的斗志和卓越的表现，在竞技场上的奋战，为我们带来无数精彩的瞬间。回望最初的重庆狼队，大家缺少默契，有过沉默、自责和挫败，而如今已然成长为一支具备震慑力的强队。一路走来，狼队的征途虽并不平坦，但我们一定会记住这个热血无畏的夏天和狼队奋战的身影。虽然遗憾止步于了半决赛，但是这绝对不是终点。在这里，每一次的比赛都是成长和机遇，每一次的失败也都是成功的铺垫。虽然重庆狼队未能继续他们的征程，但是依然的，请各位允许我以及所有在场的观众和线上的朋友们，共同为他们这段时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显著的成长，送上最热烈的掌声和敬意。再次感谢重庆狼队在这一季给我们留下的精彩时刻，让我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喊出战队的口号，好不好？我开头，咱们一起：心怀无畏，战至终章。好，在你们面前的是陪伴各位走过整个战至巅峰 S3赛季的战旗，现在请看向你们的战旗。至此，重庆狼队在本赛季的征程已经结束，让我们最后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来，教练引导一下。最后和我们所有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啊，我要干嘛？鞠躬，我数3、2、1，大家一起鞠躬。3、2、1。谢谢。
这边。谢谢重庆狼队，正如你们的口号一样，战至终章。让我们祝福重庆狼队在生活中也能永远的保持这股电竞精神。至此，我们的半决赛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让我们恭喜九哲战队，他们将与688战队会师总决赛。接下来有请决赛的2支战队登场。首先啊，我作为今天的主持人，还是要先代表各位恭喜一下九哲战队，太厉害了！谢谢。好但是呢，作为同行，今天5位都是我的同行，我作为主持人02啊，还有橘子呀，他们作为解说，5位作为评论员，怎么样？刚刚好像在评论席聊得挺嗨啊。一开始是感觉看得挺开心的，后面越看越味儿越不对了，越看压力越大。我听这个大仙说了嘛，这九哲战队如果3比0，这也太恐怖了；这狼队如果要让2追3，这也太恐怖了。所以你到底是我怎么看这2个队都挺恐怖的你亲眼看着九哲战队，从平地到起高楼，到摩天大楼，这6比0啊！今天在这个赛场上，对啊，你作为即将要成为他们的对手的教练和成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感觉就是很难打呀，本来就感觉到没有那么有压迫感的，现在感觉压迫感拉满了。你是好歹就是说你打6局，你稍微输1局，让我看看你们怎么输的嘛。有个参考啊。结果你6局全赢啊，6局全赢就没什么参考了啦，就都赢了。对啊，然后你就不能说对他们这个打法或体系有一些刻苦钻研或者怎么样，就纯得靠自己摸索了。我都知道啊，其实观众也都知道，你们也都知道，688作为我们第3季战至巅峰有一个之最，就是观赛次数最多的战队。那是，我们都快挤到你们台上去了，已经挤上来了啊！比赛场次呢又是最少的战队，是吧？所以，但是你们却又是最先获得总决赛名额的战队，所以这3个最到一起，很久没打比赛了，一直都在看，担心你们到时候在下周的总决赛的状态吗？其实挺担心的，要不就地就直接把总决赛给打了算了。就今天打是吗？今天打了算了。现在都几点了？现在都11点了啊！开个玩笑啊。好是吧？现场的观众都很想看打啊，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悬念啊留到下周，好吧？留到下周。听说688跟狼队的羁绊很深，从第1场战队的正赛相遇，然后到会师，到今天在现场又看到他们，对，然后你觉得今天九哲战队战胜狼队最关键的地方在哪？我觉得柯洁确实没有想到，因为在我们比赛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玩的坦边，但我觉得你现在站边打得特别好，然后你就感觉是整个队伍的前期的发动机4分钟龙团刷的那一波，总感觉你能做出事情来啊。然后周柯宇，我就感觉好兄弟，你真是太全能了吧。对，谢谢。然后王瑞鑫，我是看到他，相比之前的比赛上面，他对于放中线在放中线这个点，其实，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靠灵性的一个事情。但他放的都挺好的，因为有一次他们下路其实炸了，那明显感觉到王瑞鑫放的那波线又把局面给救回来了。对，这是很考验战场判断的一个事情。然后鬼星就不说了，就感觉一直很稳，因为毕竟是对线单杀过我的男人，对吧？这个记到现在啊。对啊。刘鑫对他硬辅真玩得挺好的。一般来说，在我的印象里面，女生可能玩软辅玩得多一点，因为硬辅它比较，就是
你要敢操作，就一定会带来风险，但承担风险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接受的。但是我看刘星今天他玩的应付，基本上都把团战开得很好啊。好，这全部都点评完了。教练呢？教练就不说了吧，教练，你不也是教练吗？可恶！他说他赢的那件衣服他就不换了，然后我看到他今天赢的衣服，果然你该不会下一次总决赛别让我看到你穿这件衣服啊？啊，那咱九州教练直接回应一下呗，这个衣服是今天特意穿的吗？确实，感觉这件衣服给我们整个战队带来了好运吧？啊，对，要下周打总决赛的时候还穿吗？必须的，希望这件衣服能继续支持我们。对，学一学都整上了啊！可以。好，那就问一下身边的焕东，这个赛季战至巅峰的射手位诞生了非常多的高光啊。作为3G 的5杀选手，你觉得自己是T0射手吗？我其实本来觉得我们688下路双人组还挺厉害的，但是看了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九哲队的下路双人组给我和周琦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回去还得多练，期待决赛吧。那究竟谁是T0射手？咱们还是得期待着总决赛一决雌雄啊。那么，既然都到这儿了，对吧？咱的对位都看上了，来句狠话吧，怎么样？其实我们第一次我们688口号是打的就是精锐嘛，最早就是为九哲队准备的，但是一直没碰上。因为我们我记得我们第二天组队的时候，我们跟九哲队约了个训练赛没打过，所以我们是选的九哲队打，然后就是我们训练赛别的队好像都赢了，就没赢九哲队，所以打的就是精锐这句话，我觉得到决赛终于可以来见见真章了。精锐对精锐啊，这个不着急啊。小蒲，我们一会儿再放狠话啊。好，我们继续。来，一哥。我这有。就是从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打野位，对吧？然后形象转为到了可爱软萌的中单工具人，是怎样调整和适应的？这个其实比较想知道。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王者它就是一个团队项目，就是说很多时候它需要。有付出嘛，对吧？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有这个需要去这个 carry 全场的，但有做工具人的，有要保护射手的。其实每个人的分路不一样，但是呢，有时候就需要去做出付出，为这个我们的团队。其实很多人我们都是为这个团队做出付出就 OK 了，我觉得。那今天看完了对手的这个表现，总决赛近在眼前了，1周的时间。你们这个在台上有商讨出什么秘密武器吗？大家准备每天到我家去报道了。开着直播练是吗？就纯在我家练了。就在你家练了。对，打卡。一哥是这样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比赛是有悬念的，在没打之前，谁都不知道谁会获胜。对，因为比赛场上会分出更多的这种小的细节，可能还要考虑的这个技术，包括你的 PB， 包括还有一个临场的状态，我觉得都很关键。其实就下周见吧，下周见。这太有底气了啊！咱们这边也要应战好啊！这下周见，底气就已经说得很足了。好，童哥。其实童哥今天在评论席这感受下来怎么样？我感觉您的这个表达欲望特别的浓烈啊。确实看完之后就是五味杂陈啊。从我们一开始开开心心看第一场九哲战队和 AJ 的比赛，一直到刚才看完以后，我们的脸色逐渐从阳光到阴霾到完全的失落，没有太阳。我们心里头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碰着这么一个怪兽级别的队伍，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我们是属于观赛的最多的队伍，我们打的比赛最少。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的比赛经验是比不了在场的任何一支战队的。所以，战至巅峰这个舞台，我相信是一个奇迹的舞台。就像刚才老曹说的，最早的一句话，我们打的就是精锐。这句话是送给九哲战队的，因为我们认为他很强。但是就像一个宿命一样，今天在这个命运的舞台上，这两支战队又碰到了，我们依然会说出我们打的就是精锐，哪怕我们打得过或者是打不过，但是我们这种精神就是电竞精神，这是我想说的。说得太好了，值得掌声。打的就是精锐啊，还是期待着总决赛的到来。好，最后周琦
问你一点这个比较私下的话啊。好。这平时你们在这个，因为比赛打的最少嘛，观赛又是最多嘛，是。所以你们在平时私下练得多吗？多呀，逮时间就练啊。那你们里面谁心态最好，谁心态最不好呀？曹老师私下心态有时候会比较崩，然后但是每次有，但是大家都会有，但每次都会有别的人把拉回来，就把比如说这一把输的比较惨，可能6、7分钟、7、8分钟、10分钟之内就让人推掉平推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站出来说，哎呀，对面强度高，对面全是手法怪。通常是谁站出来做这件事儿？都会说。对啊，那是挺好的。是啊，好，那针对今天9折战队的表现啊，到时候会主要看重其中的哪一位选手进行针对或者 BP 上的针对呢？我倒想跟他们。来，教练，来，不告诉你啊，不告诉我啊，没事，可以跟他们说。烟雾弹也是战术之一。我感觉我说不了谎话。好，那周琦有什么想说的？就一句话送给他们吧，有种就来帮我，把我搬干净。哎呦，好，有种来搬周琦，把他搬干净。9折教练有什么要回应的吗？搬不了，感觉688英雄池太深了。英雄池太深了是吧？好，那其实采访完了688，接下来就要采访一下我们今天在半决赛一路打穿6比0获得了第2个总决赛名额的9折战队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让我所有人都非常的惊讶，但是据我所知和9折教练的私下沟通，平时似乎大家这个训练赛，而且我知道的小道消息就还蛮不错的，但是到赛场上发挥不出来，所以这个主要是问题出现在哪儿？今天为什么又突然之间激活了呢？9折教练。其实是之前训练赛就是一直打得还行，然后比赛上当时就是确实一胜难求嘛，对。但是最近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是，今天尤其是今天的比赛吧，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野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中流砥柱嘛，然后我们另外3位选手就是铁三角也站出来了，对，确实就是打出了我们训练赛的那种感觉吧。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很期待的啊，就是9折教练是我们战至巅峰前2季的冠军教练，这一季准备好3连冠了吗？只会说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肯定会努力的，对。但是还没打的比赛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继续加油，在最近的几天还是要多练习。毕竟688的话，确实是一个恐怖的存在。哎呀，笑吧，没关系的，不用憋着，阿星啊，太恐怖了。这你说他恐怖，他说你恐怖，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恐怖了。究竟谁更恐怖，我们还是要等下周。他们挺恐怖啊，都恐怖。好，9折老师现在也越来越严谨了啊。那么我们就接着往下采访吧，从我的身边开始。好，柯老师，那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围棋成就是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跨领域了。这到王者峡谷的这一张棋盘里，您是怎么迅速的融入当中的呢？首先我其实平时就很喜欢玩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然后其实我之前还直播玩过王者荣耀，我看过，对，因为但是我是玩中路的，对，我是玩一星的，然后也看过咱们的这个战至巅峰，所以说那时候就很期待我如果第3季的话，我能不能过来，正好节目组也找到我，所以说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真的很爱玩这个游戏，所以说正好就过来，所以说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那种热爱。从围棋到王者荣耀到战至巅峰，能够踏上总决赛的舞台，想问一下您，作为竞技选手，您觉得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我觉得天赋更重要，然后努力也是很重要。但是我打游戏，我觉得是最看天分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下围棋比赛就知道，其实很多人就从小就开始进行那种魔鬼式的训练，然后我也知道，可能 KPL 的选手、职业选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年纪就展现了非常非常高的天分，他们才可能走上职业手。那我们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定是要靠天分，就是天分决定你的这个上限，努力决定你的下限。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团队，我们的9折战队真的非常努力，我可以为我们团队所有人作证。其实像柯宇啊，像那个
卜一星啊、欣姐啊，还有王瑞，他们平时都真的特别的忙。我印象有一次特别深，就是柯宇在高速路上，因为我们马上要打这个狼队嘛，他其实自己在跑通告，其实非常的辛苦，然后也要说坚持说在高速路上训练，到时候网络也特别不好，那时间也一定要坚持带着我们一块训练。所以说，其实我当时印象还有包括欣姐，其实他们的日程平时真的非常的忙，但是他们能够挤出他们不多的时间，坚持的去训练，坚持的打游戏。所以说，真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团队，就是真的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能够站在这个团队中为大家分出一波力。因为有天赋才能够来到这里，因为努力才能够在今天的赛场上给我们呈现出6-0的傲人战绩。接下来问一下柯宇，柯宇真的非常努力啊，这个我作证啊，随叫随到，逢拉必进组，只要他在线，真的太努力了。3年了，终于进决赛了。对，此时此刻我最想听到的就是你的心情。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就是会想下一场比赛怎么打吧，比较多一点。就越到这个时候，反而越平静了，是吗？对，其实比较平静。你会觉得等这一天等太久了吗？也不会。哦，怎么说？就是因为也挺正常的，因为已经打过2季这个节目，然后都在半决赛输掉。今天而且一路都有输有赢，所以今天也没有觉得有特别的，但是确实也是一个没想到的比分，但是也没有觉得特别的那个什么。对。那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下周即将到来的《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你有什么期待吗？期待我们可以获得胜利吧。获得胜利，对，真的人狠话不多啊，今天打的确实很好，这个回去好好准备，好吧？好，接下来，瑞鑫，都知道你是野王，但是为了团队牺牲了自己的位置，然后现在呢，这么说吧，就从战至巅峰的第1场比赛你就单杀了张大仙是吧？是吧？啊，是吧？哈，是，冒犯了，就。这次总决赛舞台再次相遇，你有再单杀他的信心吗？其实我们后面私下那个训练赛的时候，我们经常被他们0-3被打爆。对，我们都被打爆了。他们当时网不好，估计就要串上了那个在高铁上玩的那一幕了。哦，对，这给你连上了。对，可以，应该是网不好。我们队一般都是逆风翻盘嘛，既然前面输了那么多次，我觉得该到逆风翻盘的时候了。那问一下，在战至巅峰的舞台上啊，你是换了3个分路对吧？是3个分路吧？没记错哈。哲教也是非常喜欢轮换的教练。当时我记得我有说什么来着？我说这个王瑞鑫再换下去就应该就发育路去了，就往下路去了是吧？其实发育路也有考虑过，当时真有考虑过呀，真有考虑过，而且还训练赛还打过一把。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这个到了决赛嘛，因为688是一支非常喜欢轮换的战队，我们有可能看到你在决赛给我们重现野王风范吗？有可能，也有可能我在发育路呢。也有可能在发育路。哎呀，这烟雾弹抛的，是吧？我来辅助周琦。好吗？他说他辅助。那我就换去中路吧。好，接下来问一下小蒲。大家都知道啊，小蒲是一位就是很喜欢跨界挑战的青年，这次跨到这儿来了，一步跨进决赛了。这过程当中，因为我记得第1天你到红毯的时候，你是把名字写在第1个的吧？对，是的吧？是的。现在进决赛了，怎么样？分享一下呗。我觉得都是伏笔吧。在这个舞台上，我说过很多大话，但是都一一应验了。比如我来到九哲战队，第1次跟狼队打，我说失去了我的狼队，已经没有那么不可战胜了。今天晚上一语成谶，剩下没应验的就是最开始那个东西了。其实今天打完，我觉得本季战至巅峰2大看点已经有1个看点被看完了，就是到底是柯宇厉害呢，还是子毅厉害呢？哎呦，第2个看点就是柯宇能不能带我们拿下冠军了啊？好，那
如果我说如果总决赛你们赢了，夺了冠了，你最想说的话和做的事儿是什么？如果现在先别说，现在先别说。对，因为我们其实私下说很多这种骚话，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哲教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教练，哎，对，所以教导我们不要说这些话啊，我们还是不要立 flag 了啊，不立 flag 了。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话筒交给刘星，好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刘星第一次来到咱们电竞类的比赛的赛场，从一开始大家都说你是卧龙凤雏，冒犯了啊，不，没有关系。我说的，不是我啊，没有关系。到如今的团队应付、软辅切换自如，也见证了你从挫折到成长，然后到成功。我想知道的是，这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我觉得刚刚柯姐的那个问题和她的回答特别好，就是天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其实天赋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有权利做梦，对吧？就是我觉得即使我是一块冰，但是我很相信我的教练，他可以把我变成最雄伟的冰雕，所以我觉得就努力就好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我有最好的教练，我有最好的队友，我就跟他们一起冲就完了。我记得上次赢下淘汰赛的时候，你有说过接下来要去打从来没有对阵过的成都一超会啊，还有说过，然后自己再去迎战狼队这个纠缠了一季的强敌，赢下狼队，再去攀688这一座高山。现在这条路已经顺顺利利的来到了山前，你准备好了吗？那个时候说这个话，其实就只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吧，就是觉得给自己立一个目标，然后就努力就好了。但现在完全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现在我们是挺起胸膛，站在了688的对面，做他们的对手。现在是2座大山，究竟谁比谁更高？咱们要看最终的总决赛的到来了。好，那么至此，我们今天的《战至巅峰》第3季的半决赛的所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总决赛的号角即将吹响。《战至巅峰》S3赛季总决赛暨王者荣耀4大赛冠军之夜将于下周610月26日晚18点在腾讯视频王者荣耀端内同步直播。总决赛当天也会有沈腾、时代少年团等特别嘉宾与我们共同见证，谁将在这场终极对决中登顶荣耀之巅。心怀无畏，战至巅峰。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拉环开启决胜局，全麦升级闯巅峰。小蓝瓶为超勇时刻碰杯。10月21日晚8点，天猫双11开卖了，上淘宝搜“战至巅峰”还能抽8888元的大红包。决战至巅峰，购物享狂欢。卫龙不只是一种辣，陪你燃辣巅峰时刻。本节目由卫龙辣条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万和赞助播出。万和星汉叉1套系成套自由嵌，无忧换新家。10月26日王者福利日登录免费领取限定传说皮肤，更有周年庆限定称号、灵宝套装等9重礼物，登录就送。接下来我们一起为自己喊一声加油，好不好？期待着下周6我们战至巅峰第3季的总决赛的到来。来，3、2、1，我们总决赛冠军之夜不见不散。
把生命当一场竞技，对手不强劲，游戏才够有趣。开局不理你，风出击，正和博弈，待博弈，集结力横扫千军。没人可以将热血浇熄，用高昂战役，观者无所畏惧。我的底气不是虚名，而是宿命，坚定擦亮决心，逆转绝境，谁也不能猜熄心底的火焰。那是热，是爱，是无畏狩猎，何才胜过输赢的争辩？是你不懂的信念。当战鼓敲响，将勇气上当，让无畏的锋芒占据你的眼眶。当战歌高亢，胜败已无妨，那么就去成为叫做希望的光，向前方路照亮炙热的目光，始终锁定信仰，被误解的梦想才更值得去闯。3、2、1，叫起的掌声，比你广播的不隐藏。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领取 SVIP 优惠，点击播放框下讨论区，在加油站为他加把劲儿。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可参与抽会员哦。关注爱玩荣耀中心微信公众号，参与话题领王者荣耀稀有皮肤。刷微博进入战至巅峰话题页，参与战至巅峰红黑榜互动，选出你心中的红黑榜成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战至巅峰和知乎答主热聊节目话题。感谢让每一程更有趣的丽丽城，一起心怀无畏战至巅峰。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微博电竞虎扑、环球在线、太日报、影视聚焦、眼客、益智娱、智娱、新浪新闻、百度百科、百度 App、北京微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奇思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参与勇闯战至巅峰二创竞赛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就来碰！10月21日晚8点，天猫双11开卖了，上淘宝搜战至巅峰，还能抽8888元大红包。卫龙不只是一种辣，陪你燃辣巅峰时刻。本节目由卫龙辣条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万和赞助播出。万和星汉插一套系，成套自由嵌，无忧换新家。